窗飞出光芒，且望寸之现罗场。大叛就却一荒凉。钟声响，问红尘浊酒一壶断肠。涅槃重生落枝上，我已血肉破苍狼。天浩荡，我生来平庸，又何妨？冷眼刀法几时狂？悬崖深处风雷荡。非思量，生与死谋一场。剑出鞘，问仙刚。人世间多无常，造化乾坤，赐予奇门真相。蓝似海吞八方，须臾间尽沧桑。我逆光去飞翔，续写三界万物新的篇章。花瓣修仙，尽在一念之间。老一身推拳王，海中杀越天荒。少年行风雨闯，我逆卷仙与天和戏一场。曾牛兄日后必大有可为。我苦思生死数十载，今日终于明悟：欲出生于天，死于大地，中间下落的过程便是人生。这便是独属于我亡灵的生死一剑。元神不灭，肉身永存。他化身成功了。当年初代中的剑鞘，应该还在此处。找到了，此次仙界之门开启，必定会经历一场恶战。哎呀，最近的拍品里啥好东西都没有，真扫兴。知足吧，最近几大宗门四处搜刮宝贝，能剩下点就不错了。哎，四大宗门这是要……嘘，我听说他们要去仙界啊。雪域国一战，我几乎将法宝用尽。此次仙界之行，各宗门虎视眈眈，我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第一步就是重炼金幡。这是此物对你有用。竟能提高灵兽修为。在这儿等着，
我去一趟虎神之地。只要我不进入古神之地关卡内，托森应该就不会察觉。即便察觉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也定然可以提前离开。上次我在修魔海炼制剑幡，却引动天劫遭到重创。此处是古神体内，自成一劫，天劫应该无法降临。最后一个，若我猜测有误，天劫降临，唯一的金幡怕是很难保住。可若现在停下，金幡达不到小成，威力不够，仙界之星也起不到作用。赌一把。既然这古神之地无需顾虑天劫，不如继续叠加禁制。兴许金幡能一举达到中程，届时必定威力倍增。以我修为，这金幡离中程还是差了一步。也罢，此后金幡中程时引发的天劫，或可以成为我在生死关头的杀手锏。此法宝为混元取手圈，世间任何兽类都可被兽符操控。只是使用此物会耗损灵力，收服的兽类越强大，耗损灵力越高，需量力而行。若能再收服一只妖兽，也算意外之喜。若找不到，再离开也不迟。灵兽怎么都不见了？荒兽。皇兽打架哎！不对，这蛙兽不是皇兽，只是上品灵兽。能与荒兽一较高下，真不简单。这蛟龙好厉害！宙子，收了他！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还无法收服荒兽，上品灵兽倒可一试，但能否在荒兽面前离开，就得拼一把了。
若不想死，便不要挣扎。主宰，你没事吧？这瓦手着实厉害，锁住的一瞬，体内灵力差点被他吸光。原来此兽就是雷蛙。混元驱兽圈应是定时吸收我体内的灵气，维持灵兽的锁定状态。以后要提前输送灵力，否则一旦打斗中出现这种情况，危险至极。够了！我要在此调息，都不得造次。去哪儿啊？域外战场。今日是武文国域外战场通道开启之日，望我国众精英能抓住此次机会，让修为更上一层楼。多谢使者大人。这是这么多幽魂，域外战场崩塌了，怎么回事？啊，那有人，他是怎么进去的？那位道友恐怕凶多吉少啊！晚辈孙文，参见前辈。参见前辈。参见前辈。此为何地？回前辈，是武文国。
此人，有种遇到家族老祖宗的感觉，太可怕了。如今进藩、灵兽、魔头，与上古法器均已备好，就连那3把剑鞘，都被我以元神祭炼。现在，只差最后一步。好了。这些年，那3把剑鞘先后开始祭炼，就连当年上古修士的法宝，也破开了为我所用。可唯独在修魔海内得到的此物，我一直看不透。你可得好好用老夫借你的草帽，否则怕是小命不保哟。爷爷，继续讲呀。继续。话说多年前的一场意外，却让众古仙惨死，仙界也化作无数碎片。可修士们并没有放弃。每当仙界之门再次开启，拿到鱼鼎的他们还是会一拥而上，寻找残存的宝藏。竟能将仙界之门破坏至此，这原本应是一面完整的平台，受这一掌波及，便碎成这般模样。那个人该有何等神通？先在平台上打下禁制，再在其中设下恢复阵法，这样若在仙界受伤，出来后也能迅速调整自身状态。没想到此处平台还有这般作用。让开！道友，请离开此处平台，另选他处吧。是我祖。后期都有得罪。此人修为莫测，不可得罪。小兄弟，来和我一起啊！怎么是他？这些还是长修为低的吧。
区区化神初期，现在就暴露异境，不自量力。不过一看这小子就难缠，要不还是选他吧。这位道友，请离开此地，另选他处吧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是雷王！这人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此鼎名回，在特定的区域，只要心念一动，需一炷香的时间记起后，便可离开仙界，回到所属修真星。这便是仙界吗？就这个吧。灵石，难不成这里的宫殿是通体用灵石造就的？可惜了。此地完好之时，该是何等的气派！仙界之气，比天地灵气精纯无数倍。谁料这仙界破碎，仙界之气也消散殆尽了。到底是何等神通，竟能将仙宫毁灭至此？当年仙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欲知第五仙王，自与天华仙师。哇，仅一个仙室的仙宫就如此豪华了，那仙王的居所得多气派呀！丰碑理应放在宫外，以示众人，而今却安在宫殿深处，实在蹊跷。此处有禁止波动。仙界之气。仙界之气，需用自身元神炼化，形成结晶，方可储存。住手！此地是我大罗剑宗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发现，你若一意孤行，大罗剑宗必将追杀到底。荒谬！这仙界之地，何时成了有主之物？去！大罗令剑，乃是大罗剑宗7剑之一的顶级灵器，哪怕是同等级修士，也可用剑气斩杀敌人。此人明明看着不过化神初期，可光他这雷瓦，也是化神中期顶峰。究竟什么来头？仙界破碎，仙宫阵法虽然被毁坏，但多少还是有些运转功效。时间久了，会自动收集一些游离的仙界之气，转化为一丝纯洁的仙气。你大罗剑宗发现此事后，以石碑掩人耳目，每隔一段时间派人来此，固定采集。我说的可有错？不行，
我不是此人的对手。这么一点仙气结晶，依然相当于几乎半个赵国所有灵力总和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全力以赴，拖他一时。等着吧，等我找到师兄后，双剑齐降，你绝对无法走出这仙界之门。想跑？在仙地以传送阵通行，这宗门好大的手笔！这化神以上，元神不灭，肉身不死。与我同为化神初期，你灭不掉我。待我头门一声赶上。此宝名曰赤金铃，曾是一名上古修士的本命法器，炼化元神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求求你，手下留情，放了我！无人之中魂血。晚了。待他的储物袋到手，整个大罗剑宗的传送阵，岂不都为我们所用？主子高明啊！炼化此人元神还需时日，此事急不得。可惜了这些万年仙木，若是并未枯萎，每一个都相当于是万年之木，用以木雕，不知能增加多少倍威能。那是洞府。洞府虽然早被搬空，但这残留的仙人禁制，却对我有所裨益。将来一次打下第999组禁制，便可将锦帆炼成中层境界。此山存在已久，我必定不是第一个看到此字的人。但今时今日，此山依然存在。即便下面真的锁着仙人，也不是我能插手的。时日已到。哇！这么多极品灵石，主子，这下我们彻底发了！鼠辈，拿命来！你早有准备。若非想保全这把剑，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宝剑内刻画的数百组禁制，与锦帆倒是异曲同工。我大罗剑宗共探得仙界碎片之地37个，其中均有门派传送点。凡持此剑，以极品灵石开阵，便可任意往来。此剑干系重大，绝不许落入他人之手。此处已然被彻底摧毁，完全不像是有仙界之气残留。大罗剑宗怎么会专门在此设置传送阵？太险，不然有人。知道了。今年不知有多少仙人。是啊。虽然栩栩如生，但却感觉不到任何生机，想必是某种幻想。
仙子跟我共奏了一曲。怎么可能啊！九霄同醉，干！姐姐，再舞一曲。好似天地之力尽在手中，可以随意使用，便能产生无穷变化。这莫非就是仙术？以仙界强盛，怎会毁灭至此？何人放仙剑？手掌。仙人一剑，竟一闪天海。这场虽是幻境，或是机缘。一掌，仙界竟是被一掌毁灭。你果然认识我，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雪域天之娇女，谁人不知？不说，那今日便留在此地吧。这是意境。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哼，区区化神初期，不做挣扎，能有无痛之死？这是我的记忆和情感在变得麻木。他已经走了。不对，若是我迷失在这无情意境之中，恐怕从此以后便会成为一个再无情感的杀戮者。生死任凭他一念操控，一剑之下就能风动情感。这天之娇女的意境霸道如斯，若不能破她意境，今日凶多吉少。这雪生于天，便会死于地。听说红蝶姑娘从凡人修炼到化神后期，
只用了区区100年，可这100年却是凡人一生。不知红蝶，你的父母可还健在？红蝶，不知你父母除你之外，可还有其他子女？若是没有，那么岂不是无人送终？人有不孝，此为其一。不知死活！你的意境太弱。他的意境没有崩溃，而是散开了。但只要杀了他，100年时间，凡人一生，父母至亲岂能是天道可以抹灭？红蝶，你爹娘即便进入轮回，也一直在你身后看着你，你可敢回头一看？血玉冰清绝，已无情味道心。当年我便有此疑惑，以红蝶不过100年修行，任凭天资如何，情感不可能完全磨灭。情不灭，道心自然不稳。莫能进，开！区区化神初期，却懂得坏我道心，此人绝不能留住。修为比你高，你怎么还明目张胆的飞着跑啊？他要追上来了！你跑不掉。哎呀，主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快跑啊！不跑了。这是。拥有传送阵法，看来此人身份绝不寻常。而且此人道法非凡，胆大心细，意境诡异，法宝更是层出不穷，定是朱雀星上的某个5级修真国全力培养的精英弟子。这空有感悟的异象，真唬住了红蝶，否则以我和他修为差距，恐怕难以脱身。一整便让我灵力耗尽，这仙术消耗也着实惊人。空间裂缝。哎呀，上头是裂缝，下头是岩浆，就算有宝贝也毁成渣子了。大罗剑宗即在此修建传送阵，这洞内必有乾坤。此地十分诡异，若我孤身潜入，过于危险。找一地守株待兔，
方位上策。果然来了。三师兄，这里就是当年的仙兽府吗？没错，此地是当年仙界16座仙兽府之一，被始祖老人家偶然找到。千万年来，此地毁坏严重。六师弟，你刚刚化神，一定要注意空间裂缝，时刻运转迷熏诀。这迷熏诀，想必是可以避开空间裂缝的秘法，在这仙界大有作用。进入洞府之内，便无法使用瞬移，一定要小心。三师兄，这仙兽府经过这么多年，想必已经人去楼空。即便仙兽之灵还存在，怕是以你我2人之力，也抵挡不住吧？千年缺乏仙界之气的滋润，这仙兽之灵若真有残存，定然是虚弱不堪。一旦找到，就立下大功。当年始祖大人就是在这里获得了一只仙气兽灵，这才统一了天遁星。如此宝地，难怪专门建有传送阵。此地仙气浓郁，当初始祖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仙气兽。师弟，你帮我护法，我来收取仙界之气。好。竟可如此快速地凝聚仙气。六师弟，这次咱们收获不错，这些仙界之气足以凝结2粒结晶。这颗结晶你收好，如此便算是完成了门派的最低要求。谢师兄。三师兄，这是那洗灵壶？没错，这就是始祖大人亲自炼制。整个门派只有3个的洗灵壶，有此宝在手，可以尽最快的速度吸收仙界之气。什么声音？上去看看，这骸骨眉心的光团为何物？为何我觉得此物有些熟悉？师弟别怕，三师兄为你护法，大胆去看。再近些。再进3步，把头骨拿过来。
底是什么？若没有认错，此物乃仙兽之粮。原来此物是仙兽之粮，难怪文兽喜爱。但此处仙气远非修魔海可比，这仙兽之粮的威力也远胜当日所见。仙兽的食物就有如此威力，刚才若是被他钻入眉心，怕是现在我已然成为骸骨。区区一条仙兽之粮便将你吓住，今后你如何当大罗剑宗的弟子？若是此次真的寻到仙兽之灵，可就飞黄腾达了。哼，用师弟性命试他，他这师兄倒是居心叵测。仙宝！我找到了仙宝！凝视，师兄，此地怎会有这么多仙兽之粮？定是那仙宝的仙气过于浓郁，滋养之下，让这本是食物的仙界之粮泛滥成灾。以我修为，难以在如此数量的仙兽之粮中脱身，只能以师弟之命为我夺得生机了。师弟，小心身后！师兄，你要干什么？化神终起。你到底是谁？仙宝机缘千年难遇，这仙兽之粮倾巢而出，是我获得仙宝的最后时机。竟能想到这招藏身法。这东西也是仙兽之粮，谁吃谁还不一定呢。少量的仙兽之粮我尚可应付，但这一条极为可怕，万不可硬碰。这是仙人禁制。仙兽之粮没有神识传出，应当只是以感官在追踪，或许能以诱饵引开。
可算逃出来了，多亏有这些游魂。道友，在这坍塌的仙兽府内，现在怕是只剩下你我二人了。此地既已坍塌，道友不寻出去之路，为何要到在下所在之地？道友不必紧张，在下孙雷。刚才的一幕，道友想必看见了。不怕你知晓，孙某并非大罗剑宗之人，而是混进其中，只为杀人夺宝。道友再上前一步，在下可要出手了。此人只有化神初期，神识却无比强大。若非师门传授的功法特殊，可以搜寻强者身世，我怕是连他的踪迹都察觉不到。是了，他定也是隐藏了修为。道友，方才的洞府之中有3件仙宝，其中1为仙玉，2为仙剑，3为金色铁片。不知道友得了几个？仙兽之粮回来的太快，一无所获。动手胜负难料，不如邀请他一同闯洞夺宝。到时面对仙兽之粮，大有除掉此人的机会。道友，那仙玉是无数年来仙界之气凝结而成，可谓是无价之宝。那金色铁片，在下猜测应该是某个防御类仙器，而最珍贵的还属那把仙剑。仙兽之粮众多，获得这3件重宝难上加难，不如你我2人联手。哦，我为何要帮你？在下只要仙剑，其余2物全部给你，如何？仙剑，在下不要；其余2样物品，在下也无兴趣。那道友意欲何为？若非此人隐藏修为，该将他即刻斩杀，以绝后患。孙道友，想要在下豁出性命帮你取得仙剑，仅仅是2样空口无凭的东西，不合适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看道友来此之前，对于半空中的那些空间裂缝，好似预先有所察觉。迷寻诀，此物是大罗剑宗的神通之术，送与道友，又有何妨？道友果然爽快，那在下也不扭捏。你3师兄储物袋内那青色的葫芦给我，我便冒险与你一趟。道友不要为难我了，那洗灵壶乃是孙某之所以混入大罗剑派的必得之物。若是道友真助我取到仙剑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洗灵之木。此木虽比洗灵壶略有逊色，但同样具备吸收仙界之气的功效。道友带路。那黑色仙粮，定是吞噬了那尸骸的肉身，又有仙宝滋养，拥有了此般道行。此地的仙界之粮众多，恐怕都是他的后代。要取仙宝，得削减仙兽之粮的数量。道友，一会儿我以法术引出这些仙界之粮，你我2人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。一旦那黑色仙粮出现，我们立刻逃走，回刚才那里汇合。开始吧。
油彩红烟，去！道友，你我合力，定能大大削减这仙粮数量。来了！糟了！此刻我灵力耗尽，他若是动手，罢了。孙兄不在约定之处等候，原来是受了伤。既然如此，孙兄尽管吐纳，在下为你护法。那黑色仙粮面前，居然毫发无伤，此人修为深不可测。道友，你且退后。今日我必胜的畜生，报断绝之仇！畜生，给我出来！在下法力有限，只能辅助实习。待我拿完宝物，再来救你。孙道友，那洗灵之木还没给在下，怎么就急着走呢？若是与此人动手，一旦仙兽之粮脱困，生死难料。仙宝自有仙人禁之守护。即便是我师门传承御剑，也只能缓缓破开。一剑散修，活该死在禁制之下。仙人禁制非精命，也不是不可破。
机关算尽，到头是一场空。死，便一起死吧！间裂缝。主子，这儿要塌了！塌了！塌了！不只是地下，整个仙界碎片全都要塌了！ 上前，大有机会。主子，你别吓我！元神受阻，我得尽快恢复。 道友，遇到了什么事情？居然弄得如此狼狈！巨魔族，仙界碎片崩溃。道友，这仙界碎片崩溃，能逃出者绝非等闲之辈。在下巨魔族赤狐，不知道友如何称呼？ 在下曾牛。曾牛，朱雀星之上，姓曾的高阶修士就只有这天魂国了。如此年轻便已是化神初期，还能掌控寂灭界的游魂，必是五级修真国的核心弟子。道友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 曾兄，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你我同属朱雀星，还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道友一看便知。真愧陷于玉石。如今仙界竟还有这等宝地。曾兄，此处是我巨魔族前辈在多年前进入仙界后。 无意中闯入之地，此地有仙兽守护，同时还有无数禁制。以他一人之力，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以神念记录下一切后，悄悄返回。时隔多年，
此地怕是早就被人发现了。不可能，此地断然不会被人发现。只是其中缘由，在下现在不便说出。曾兄见谅。赤虎和我素不相识，此番却由我组队，他只是看上了我的游魂。此地怕是光靠你我二人，也难以成功进入。不瞒道友，除你之外，我还约了一个人。我3人同行，把握自然大上一些。但曾兄尽可放心，到时一切宝物，我自会做主平分。曾兄慢慢考虑。若是想来，1个月后到这御姐地图所在碎片集合。曾兄，在下等待你的参与。在伤势恢复前，不可轻冒任何风险。仙气，果然是要等到化神后期冲击应变时，才能派上用场。提前炼化反倒成了损害元神的毒药。好在这次执行的收获不小。这仙域浑然天成，其上的仙界之气比人为凝练的结晶更浓。应变之后的修炼，此物自然是多多益善。倒是此物看起来不太像是防御类仙器。好精巧的手法，此物原来是仙人刻画的上古玉简。无名天宝上人，打造天地间的最强法宝，乃吾平生所愿。恨可恨，浩劫突至，一生心血，无以为继，只能将摄神车悉数封存。后世有缘人若得此钱，秦王取之。摄神车，此等仙宝，或许还在天宝上人的洞府。仙界材料打造的宝物，绝非下界法宝可比。这机缘，不容错过。大罗剑宗记录的仙界碎片，已经都找遍了。仙界之大，那洞府若不在御剑传送范围内，那不知还要找多久。道友，救我！道友，此事和你无关，还请离开。此人妄图夺我仙气结晶，若我杀了这杂碎，结晶你我一人一半。荒谬！结晶本是我费力凝聚。你我同属如卷星，帮我一次。滚！你二人之事，休要把我牵连在内。既然你不愿帮忙，那老子就把祸端引到你身上。这结晶，老子不要了！多谢。在下鬼水派司马云，不知道有失。曾牛，曾道友，此地在下已经搜索了数日，再没有仙界之气存在，不用耗费时间了。不知你有没有仙界传送点？若是有，咱们或许可以交换一下。此人或许也有宗门派发的传送玉简。阁下拿什么和我换？
此人的碎片有5处是在西部。曾道友，我这地图有21处，与你地图重复的不算，你抹掉一些后，我们交换如何？曾道友，若是日后有机会去我碎银星，在下定然招待。好说。在下告辞。那小畜生敢抢我的职务，在下定然不能让他跑了。这样看来，大罗剑宗所记录的，他只是仙界中的冰山一角。找到了。虎形山峰，真有这么个地方？搜过，亏我们千辛万苦找过来。摄神车封印在洞府的第10件事实，赠予有缘者。此地明明只有9件密室，何来第10件？摄神车乃无毕生心血，若能重见天日，吾此生无憾。这洞府在下沉，即便是被人发现，最终也很难寻到珍宝的洞府了。不知密室中又有何玄机？状若神兽，栩栩如生，这就是摄神车。好强的威压！光是那最小的手环，就比古神识海中的9头蛟龙还要强。难怪体片中虽未记录此兽名称，但却专门提及这兽不为魂炼所中，无法逃出3掌之外。要是用摄神车，凭我化神修，断然无法做到，只能暂先让此兽陷入沉睡。想必天宝上人也不会想到，此等仙宝机缘巧合下，会落入我这化神初期的手中。这摄神车果然巧夺天工，竟完全是以兽魂攻讨，其威力想必不会让我失望。此兽体型最小，或许去手圈能将其收服，但若没有摄神车为屏障，直接吸收我的灵力，能否承受住也是一个问题。这趟仙界之行，收获倒也颇为丰富。
不过风险也是极大。若是在那碎片崩溃时稍有不慎，怕是现在已然身亡。如此一来，那赤狐的妖情，都是要仔细考虑一下。先不说那3把仙剑，单单是那大量的仙玉，对我日后争取应变就至关重要。只要修为达到应变，司徒就可以苏醒。那坛中的仙草，还能给婉儿带一些回去。来了，就是不知是哪一个。哈哈哈！红蝶道友，在下等你多时了。若你所说有假，此事不会善罢甘休。红蝶道友放心，这玉简是我巨魔族洗雨师祖亲自踏印，他老人家不会说谎吧？洗祖，朱雀星上以部落存在的修真国，本就只有你我2族。始祖与你师尊既是世交，在下又怎会欺瞒你？既是洗祖亲自所见，我可以随你一去。但所获之物中，那玉石棺材必须归我。好个霸道的天之娇女！红蝶道友，此事不妥啊！毕竟除你我之外，还有1人，应该也会参与此事。我已答应那人，此次若是我们3人同行，各自出力，公平起见，所得一切宝物平分。我既身为巨魔族少族长，便说话算话。哦，是谁？曾牛，和你我一样，都来自朱雀星。来自朱雀星。曾兄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是你。道友住手！今日你无处可逃。红蝶修为极高，杀身之极重，只有以攻为守，博一些生机。这曾牛才化神初级，竟能使出此等神通！红蝶，你父母无人送终，是为不孝。此人居然知道毁人道心，不简单。你为一己私欲屠杀4害，是为不仁。你无缘无故对在下出杀手，是为不义。血域尚在，你却又卖身朱雀国，是为不忠。你这个不孝不仁不义不忠之人，你修的是什么道？
天时地利，还是无法撼动此人。你是第一个逼我用出本命法宝之人，你可以瞑目了。住手！红蝶道友，曾兄，你们二人是我邀请而来，若是再战下去，休怪在下无礼。赤虎道友，此事并非在下惹起祸端，与你无关，退下。红蝶道友，你二人都是受我之邀，你若是执意出手，就是陷我于不义。在下定然与曾兄一同抵抗，若是在下不死，回去定当如实禀告习祖。引进。好，赤虎，今日我看在你的份上，不再杀此人，但那白玉棺材必须归我。红蝶，你莫非真以为在下杀不了你？你信不信我手中神通只需一弹，此处仙界碎片就会崩溃？曾兄，此次在下做主，一切所得，我三人共同分配，如何？好，一切听赤虎兄所言。哼，曾牛，回朱雀星后，你可敢与我一战？奉陪。婷儿，你看，我们回家了。1000年了，你还是这么美。你身子娇惯，亏得那仙玉未央，才保得住容颜。为父此行定会为你寻得新的仙气仙玉。世人都说我是个疯子，炼尸的疯子。世人不同，你我仙界相遇是命定，为你疯癫，我心甘情愿。别怕，为父会一直护着你，挡路者死。红蝶道友的冰雕果然神奇，在下佩服。这冰川寒雾，雾内蕴含仙界极寒之气，若无红蝶道友，我等不可能横渡这万里冰原。即便有天堑阻隔，那玉简所踏印之地，也不该从未被外人发现。实不相瞒，那玉简所印之地，是仙界中极为少见的一处重叠碎片。几处仙界碎片相互叠加，根本无法架设传送阵。那当年习祖是如何发现的？此事涉及我巨魔族隐秘，在下就不便相告了。渡过此处寒流之地后，将是一片仙界虚无。渡过虚无，便是第一层碎片所在。该我做的都已经做完了，我灵力耗尽，接下来我不会再出手。道友辛苦，接下来交给我们。3日来你灵力耗费极大，还需多加休息。此女即便灵力耗尽，也定会有丹药即刻补充，不过是引诱我出手罢了。但若是我到了化神中期，凭借生死一景破其斗心，便可战而胜之。百年化神虽说奇迹，可终归是斗心不稳。巨魔族至宝星罗盘，孤神记忆之中有着星罗盘的炼器之法，可惜材料早已灭绝，难以制造而出。
若真是星罗盘，以在下的修为，根本无法驱使。此物是伪星罗盘罢了，比真正的星罗盘功效上差了不少。红蝶，西首方位有此盘自带防御光幕，你可以去那里大作恢复修为。这虚无之行，我赤虎保证，绝无人打扰你。曾兄，东首之位，还需你把持。在这虚无之中，有很多未知的异物，还需你那炼魂徘徊观察，以便告诉我方位，我好改变方向。这虚无中，千万不可轻易散发神识，否则会有大祸临身。这是我族习祖当年千叮万嘱之事。赤虎兄，此罗盘应是我人驱使，才为最佳吧？没错，但此地宝贝却不够5人来分了。曾兄，虚无之中，若是此盘崩溃，我3人无一可活。我全力把持此罗盘方向，无暇出手，全靠曾兄了。前方10里有异常。快绕！幸亏曾兄提前发现，否则这次我3人怕是就要饮恨此地了。那是什么妖物？我也不认识。生存在仙界虚无里的生物，实力绝非我等可以对抗。此物名为虚，这虚属于想破灭生物，吞大地而生，吐阴气而活。在上古时期，即便是上古修士遇到，也往往需数人为战，才可取胜。曾兄见闻多广，在下佩服。哼，谁知是真是假，还是胡乱说个名字？无知！你，此物平时须知收集，只有觅食时才会散开。此物觅食中会散出虚气，那虚气呈红色，不是我们可以抵挡的。虎兄，速速向北飞去。此地再往北，罗盘恐怕会迷失方向。他之前所言，也的确不知真假。若贸然继续向北行进，我说无益。曾兄，他走了也好，我就不信他真的认识那生物。曾兄所言不假。若是听曾兄劝告，本不会有此劫难。再快些！红蝶出手！修炼不足，但这本命花蕊只有5个，是
怎么也补不回来的。曾兄，上来再说。曾兄，之前只是在下知错，那生物还有什么手段？我们接下来方向如何选择？既逃过了七浪，短时间也无大碍。赤虎兄按地图方向想办法飞行就是。好。星罗盘一损，怕是很难长时间飞行，须得加速前行。但此行还得多多仰仗他才行。这十几日有惊无险，多亏曾兄。客气。这几日与赤虎兄论道，曾某也是受益匪浅。我巨魔族本不是朱雀星之人，无数年前先祖迁移而来，所以在一些神通之上，自然有些不一样。那是。赤虎兄，稍等少许。金子石是星罗盘重要材料，要离开朱雀星，这星罗盘必须要有。我二人刚在罗盘上等你回来，谁料他忽地震动，一股大力将我们驱逐，抛了下来。古神记忆中，倒是有修复之法。罗盘应是受损严重，出了故障，暂时无法再飞行了。我三人只能凭法力飞行了，全速之下，大概3日即可到达。总感觉身后好似有人跟随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这梅花号是习祖当年留下来的。赤虎兄，那玉检所拓印之地，既是碎片重叠所在，不知是第几层？废话，自然是第2层。仙界能出现2层重叠碎片，已属不易。无知。曾兄，的确是第2层。不过我族习祖也猜测过，其下或许还有第3层。我们快动身吧。天儿，别急，第3层碎片中定有更多仙玉。习祖所言不可能出错，可这仙玉棺材和仙剑怎会平白消失呢？这就是你说的地方。今日你若不给个说法，我绝不罢休。这赤虎倒也不像是在说谎，怕是出现了什么变数。与其争论不休，倒不如做点什么。二位，此事在下鲁莽了，我也没想到。一句鲁莽，就可以弥补我的损失吗？你若不说个明白，休怪我红蝶不顾世交之情。此事回朱雀星，我尽给你一个交代。我赤虎身为巨魔族少族长，虽说比不过你红蝶金贵，但却是一言九鼎的男儿。赤虎兄，此地若真有第3层，这里应该就是入口。
晚辈须魔族赤虎，拜见前辈。前辈之名，晚辈从小便如雷贯耳。小家伙反应敏锐，这一路上，怕是早就有所察觉了吧？晚辈只是略有感应，并非完全确定。这儿的东西，我1000年前就已取走，你们3个还是回吧。此地的确有第3层，而入口就是这水潭。不怕死的话，可以一试。好热闹啊！阁下尾随而来，有何意图？意图倒是没有，只对你脚下的第3层有些兴趣罢了。来，让我进去。这2人恐怕都是化神之上的强者。本命法宝受损，代价颇大，此行更不能空手而归。曾兄，你是准备一探，还是离开？刚刚2人都是何人？那老者在下并不清楚，或许与石阴宗有关。而那周易，是朱雀星为数不多的鹰变老怪，而且此人有一个极为奇怪的癖好。炼尸，炼尸，让他听到，必死无疑。在下要下去看看，同路如何？若是2大鹰变强者相互牵制，这第3层未必不能一探。仙力比外界浓郁数倍，就是布置这供给仙力的水晶，到底是何物？以我修为，无法撼动分毫。家伙，不要逼人太甚！此地仙界之气众多，跟着我干什么？你身上有死气，我当然跟你。御灵大法，你是周易，久闻其名啊，怪不得你身上会有这么浓的死气。若是单一碎片崩溃，以你我2人的修为，还可逃走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此地一共有6层碎片重叠，牵一发动全身。阁下想必是石阴宗的大长老，你未到问鼎期，必会葬身于此。你确定要战？他2人若真的动起手来，这仙界碎片必会破碎。小丫头，借你身体一用。前辈，你可认识子物？朱雀国核心弟子标志，一元开太主。此镯与我元神相连，若是我死，此镯必将这仙界碎片炸毁。即便逃走，你也必遭朱雀星追杀，再无容身之地。小丫头，放心就是，我不杀你。周一，我以此女的身体与你一战，这样便不会引发碎片崩溃。你也选一个应战者吧。我为何要与你一战？老东西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身上有仙人尸体，我
绝不会闻错。我要那具尸体。天儿，所有抢天儿的人都要死！你过来！只要听话，不但不会死，反而可以感悟我的意境。3个小家伙，我选了一个先天武灵之体，你选了一个远古血脉巨魔，只剩下最后一个无用之人。滚！前辈，杀了他！你若杀了他，我便放弃抵抗，全力助你。好。若是想让此地崩溃，可以一试。锦帆，此子没有说谎，只差一个精致，便会引动天劫。在仙界，这天劫就是仙劫，此地无人可活。身在此地，倒也不着急离开，不如看看应变技如何战斗。以元神便可操控未曾炼化的化神器，这便是应变的手段。
息断绝，这孙太竟真的死了。凭借斗心，时刻展现，好一个痴情意境！我的斗心又是什么？抢走我的婷儿，周易，你这意境的确了得，竟能生生灭我一魂。但老子身为石英宗大长老，可不只有一魂。把婷儿还给我！婷儿，周易，你居然为一具尸体起了名字！你可知错？这是下人宗主。托宗门至宝，毁宗门仙域，就为了一个女，一具女尸，逆徒，你！仙人尸体，怕是他在世的时候还在轮回之中呢。生前定然是仙界尽知之人。周易，保护仙师一魂，就记住这石英宗专属元神重宝。今日必定带走这女尸。不劝你趁早回到肉身，免得在这仙界丢了性命。 烧元神！你这个疯子！疯子！要跟这女尸一起死，老夫可不奉陪！ 婷儿，谁也不能把你带走，谁也不能！灵力枯竭，法宝耗尽，必须尽快出去。此女三番五次对我下杀手，今日不出，祸患无穷。曾牛，你干什么？ 杀你！
国必将你碎尸万段。这般威胁，不像出自天之娇女口中啊。红蝶，你不是要与我一战吗？重叠碎片之中无法使用回顶，若要突围，只有从那返回第2层。化神初级，还留不住我。岁月。这是岁月已尽。若是平日，区区化神中期一劫，我一击即灭。算定我现在身负重伤，才落入这困局。不能再耗下去了。能回到朱雀国的至宝啊！难怪这女娲在仙界有恃无恐。我记住你了，曾牛。今日你逼我降低一个境界，开启这1元开泰国。明日我定让你100倍偿还。我们朱雀星再见。血性异境果真强悍。红蝶，你看这是何物？师姐的扇子。红铁地已经松动了。你走不得。还是差了些。虽说没杀死此女，但有这手臂在，有无数个方法可以对其诅咒。如此一来，定叫其修为止步于化神。断了。果然，回顶在重叠碎片之中无法使用，当真上天无路了。赤虎兄，曾兄，回到第2层已不可能，想博一线生机，只有再下一层。赤虎兄，此地你我2人修为最低，为年少。曾兄意思是去第4层，可第4层的入口在何处啊？原来曾兄早有准备。照周易所说，6层碎片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就算暂且躲入第4层，崩溃也只是时间问题。真正能横渡虚空离开此地的办法，只有赤武的星罗盘。整座宫殿都是仙玉打造。主人好大的手臂！周易，你这个疯子！那女尸我已经还你了，你胃口还有阴魂不散！周
弟，你自然元神也是必死之身，别想拉着老夫垫背！你冒犯婷儿，该诛！头好痛！婷儿，杀了他，为父就去陪你。元神迟早烧尽，老夫只需成个虚云，你便会魂飞魄散。你灭不掉我！婷儿，有什么东西在冲破我的记忆？气息衰退，恐怕撑不了多久。我行了，周一，想你当初贵为五行宗天骄，如今为了一具女尸，居然落得个自焚的下场！苦苦追寻一生而不得，却在人生尽头借着元神燃烧，无了。有什么东西要来了？闻道者朝生夕死，原来是这个含义。想起来了，都想起来了。我自小天资卓绝，1000年前拜入五行宗恩师门下，众人都盼着我光耀宗门，成为这修仙界大能之辈。化神之日，师父将鱼鼎送给我，让我去仙界寻找自己的机缘。在仙界，我却遇见了你。我以为自己的痴意源于爱上了你，但我此刻终于知晓，这痴意是你强加给我，让我收起仙玉，守护你的身体。为保你仙身，我盗取师门仙玉。师父大怒，将我逐出师门。直到师父问鼎失败，生死之际都未曾再见一面。施恩之重，
无以为报。我暗中出手为五行宗免去3次大劫，以求心安。世间无处容我便带着你各处飘零，无论大恶之辈还是无能之徒，都对我不耻。从意气风发到活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，我的意境是痴，我的道心是你。世间之事哪有两全？我昼夜这一身负了太多人，但唯独不愿，也不会负你。哪怕赴死，心甘情愿。若还有轮回，我还会选择遇见你。小兄弟，在我死后，帮我照顾我的妻子，可好？周一在朱雀星之上臭名昭著，这女尸恐怕也不简单。若是接下女尸一事传扬出去，我恐怕再无继承族长之位的机会。可若是惹怒了她，只怕是……晚辈愿意。你是巨魔族少族长，自然有所顾虑，怕步了我的后尘。罢了。你可愿帮我的妻子每1000年需要1000块仙玉维持身体不变，这对你来说略有难度。小兄弟，你可愿意？我不敢保证能弄到这么多仙玉。数千年的嘱托，我不会让你白白帮我。此塔之上有我问鼎之时的意境，既出此塔，100里之内若非问鼎，无人可靠近。这是我的第1个礼物，问鼎之境。此物你现在无用，但若有朝一日要达到问鼎，此物会助你。问鼎之境是问鼎修士感悟天道而成，堪比性命，拿来送人闻所未闻。若是能有此物，老夫此生问鼎有望。第1件便是如此重宝，难道还有第2件、第3件？我送你的第2个礼物，便是此人。石阴宗大长老，我不杀你，但你要做此人1000年奴仆，你可愿意？我寿元不足1000年，如何能做1000年奴仆？寿元之事自有办法。你若只是寻死，我便成全。以我法力将你改造为弱一些的傀儡，不难。我愿意。这奴印极为高明，此刻我只需心念一动，这应变高手便会元神破灭而亡。老奴孙泰拜见主人。应变强者作为奴仆，乃是
朱雀星之上，除了朱雀国，我岂不本该能横着走？照顾好他，师父，徒儿不孝，今生愧对您。若有来世，再来相报。你不会死。与之一剑，出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便是仙剑。守护本君2000余年，你有功。今日封你为仙剑之魂，滋养万年后，名列仙尊。守护本君2000余年，你有功。今日封你为仙剑之魂。滋养万年后，名列仙尊。仙剑出世了，有了此物，定能让天墨星更进一步。就是不知这是第几剑。仙剑，待老夫以仙兽之魂操控此剑，天陨星终是囊中之物。救火兄，救罗盘！幸亏僧兄机敏，我们暂时脱险，但这罗盘已然受损，恐怕不足以供我们横渡虚空了。星罗盘，巨魔族重宝，可惜只是一个残次品。曾宁，你若跟老夫走，老夫保你平安回到朱雀星，如何？老夫三魂之上还有第四魂，就在老夫身边的棺材之中。周易前辈不曾提到过这第四魂，此事不知真假，只能试探。前辈所说这些，怕是另有目的。你心中已然知道，问鼎大能所下封印，根本不是我能解开的。好，有胆识，不愧是周易选择之人。那便跟老夫走一趟吧。奴印不稳，宝塔克制。宗泰，这宝塔上是周易前辈所留意境，乃是专克你之物。
计。你们石英宗，在下已有所了解。那棺材之内的尸魁，想必是别人的魂魄吧？你那所谓的第四魂，不过残魂而已。老夫今日不跟铁手儿一般见识。他能被吓退，想必那第四魂真是残魂，他冒不起这个险。曾兄，那孙太师位极高，日后还得多加小心啊。无妨，周义前被先前传音叮嘱，留此人有大用，否则刚才我便已让他四魂尽灭。这小辈杀不得，进不得，真是麻烦。就是不知周易所说的大用，又是指的什么？曾兄，罗盘一毁，往后的路只能靠我们自己飞了。赤虎兄，这星罗盘你只带了一个。这等宝物，乃是无数年前巨魔族牵制朱雀星矢带来的，如今毁在我手里，就算安然回去，也定要受罚。赤虎兄，不瞒你说，这星罗盘我会修复。但修复星罗盘所需代价极大，若是成功修复，这罗盘须归我所有。罢了，赤虎兄实在为难，在下也会修复，全当交下赤虎兄这个朋友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只是日后曾某若要借星罗盘一用，赤虎兄可不要拒绝。以我族内那些老家伙的性子，将来断然不会轻易接触。索性今日直接送你。曾兄，这罗盘归你了。那在下谢过。还请赤虎兄为我护法。按照古神记，星罗盘便是此物打造。这曾牛胆色超群，修为惊人，更是得到了周易的问鼎之境。与其真心结交，日后对我族定然有所帮助。曾兄，可是修复好了？横渡虚空，应当没有问题。52剑，出！若是仙界仍在，须洗仙池一泡，你元神只要不灭都可恢复。但如今要你恢复元神，只靠一把宇之仙剑不够。婷儿，你这又是何必？这几千年的仙气积累，你想全部耗费一空不成？我不让你死，你便不能死。还有，我不叫婷儿。是了，你不是婷儿，我本就想起了一切。不过，婷儿这个名字，我很喜欢。来了。那是仙剑。
天儿，3把仙剑已然足够。不够，4把仙剑的剑魂才可万无一失。麒麟仙兽，大罗剑宗的护山神兽。此兽是剑尊凌天后的翅膀，难道？凤迎至尊。仅仅是看上一眼，便会被剑意所伤，这老者的修为恐怕通天。阁下可是仙界灭亡多年，这怎么可能？退下！仙界早已破灭，你若真是仙人，老夫今日便干一回弑仙之事。孽畜！当年你的先祖尚且不敢在本君面前如此造次，仙界碎灭，难道你的传承技艺也丧失了吗？原来是一只没有得到传承的刺手。想起来了，罢了，仙界不在，我惩罚你又有何用？只一子，剑尊就被灭了2剑。仙人威能的，一直毁我2剑，即便天运子也做不到。此女自称本君，莫非是仙君不成？那今日这仙剑，定是取不到了。不对，按仙界律法，应当诛灭元神才对。他并未杀我，或许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仙君威能，在下今日还想讨教一番。停！仙人不过如此。此剑，仙君的圣气已经不多。这仙剑还是交给老夫来用吧。让我出去吧！仙气若是全部用完，你恐怕再无苏醒之日。你不能出去。
子，你若阻我取剑，今后你我两派再血战1000年。天运子，老夫天运子，今日结个善缘吧。仙剑有缘者得之，你若得到，自是有缘。天木子，4把仙剑，我天墨子不贪，只取1把。老子，你敢抢我大罗剑宗之物，等我屠你天墨星吧！恭候大将。这剑给你就是，但剑魂不要取走。此剑归我。仙剑没了剑魂，终究少了神通威能。灵天后，你得仙剑乃是天意，老夫不阻你，好自为之。你生机所剩无几，看在你是仙人的份上，老夫不杀你。剩下的剑魂不能再取。为何而生的一缕残魂。当你为我燃烧元神之时，我方才明白，我正是因你痴情而生。周易，谢谢。若有来生，希望我不再是残魂，希望你还陪在我的身边。
不叫婷儿，不过婷儿这个名字我很喜欢。你生，我生，你死，难道我们命定如此吗？生与死，本着一线之隔。死，不仅仅代表着结束与消亡，也能以新生存于心中。生死本就是轮回流转，但这生死流转之间，却是造化弄人。是何意境？如此情境下，竟产生了突破。生死意境由此番突破，化神中期于我而言，只差半步了。看你这仙力，还能坚持多久？仙剑，幸亏老夫！阴天。剑影仿佛有股毁灭一切的意志。仙人已死，区区剑魂也敢负我？这剑魂修为颇高，依然具有仙尊实力。仙指一下，老夫又无法发挥全部修为。罢了。天儿已死，你也休想独活！可愿帮我的妻子每1000年需要1000块仙玉维持身体不变。200羽之仙剑，还有这种好事？这位道友，2把仙剑，你给我1把，我混元宗8人保你平安，如何？混元宗算什么玩意儿？道友，你若给我1把仙剑，我天魔门保你平安。3个化神后期，8个化神中期，其余都是化神初期。这2把仙剑，我天地6合派志在必得。现在退不得，一旦退后，将是万劫不复。化神初期的意境，
也敢在老夫面前卖弄，找死！何为生？无敢起时，这是什么意境？易经，开！你易经，老夫怕你不成？一手刀砍入化神，确实罕见。何为死？这是什么意境？这黑白图画，怎会有种心惊之感？原始永固，轮回生死轴。我的修为虽是化神初期，但意境却在刚才达到了化神中期，生死意境达到了第2个层次。就算是化神后期，我都敢一战，何况是你？神魂俱灭，化神高手就被轻易斩杀。对方人数众多，他们若为了仙剑死战，宗兄恐怕难以取胜。阁下意境虽说强大，但到底只有一人。仙剑，你保不住。花落谁家，总归是要搏一搏的。混元宗的，上！天魔门的，听令，抢到仙剑，不计代价。走！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这性命你们自己都不珍惜，那便实在是不值钱了。你还不出现吗？难道说？鹰殿修士，你知道我在这里？当然知道，这一路上你一直跟随。是阴宗。咱们做个买卖如何？我帮你把这些人都杀了，你给我1000年的自由。这1000年，我不去找你，你也别闲得没事捏碎我的元神，如何？前辈是想从今往后和我再无瓜葛，可1000年太长，而且我若是在1000年之内死了，又该如何？周易，老子真是上了你的当！他若是没活1000年，老子这元神就要陪着舍去！今日若放跑一人，老子也得跟着他不得安宁。在鹰变修士面前，华神期果真微不足道。他除外。1000年之内，我
我为你出手一次，你给我好好活着。赤虎兄，上来吧，我们回朱雀星。此次仙界之行，收获颇为丰富，想不到还遇见了天运子前辈，还有那大罗剑宗老者。这些老怪的修为太强，所幸知晓最后2把仙剑去向的，只有孙台和赤虎2人。不杀之恩，在下谨记。曾兄放心，今天的一切事情，我谁也不会说。我赤虎，以我巨魔族发誓。红蝶肆意妄为，我断其一臂，朱雀国想必不会坐视不管。若是将来问起红蝶所为，换作是我也绝不轻饶，怪不得曾兄。赤虎兄，我们朱雀星再见。曾兄，若有机会，定要来我巨魔族，你我2人把酒言欢。告辞。5个月前，天之骄女被断一臂，狼狈返回朱雀国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一时间，曾牛的名字传遍朱雀星，成为众修士议论的对象。不少人因曾牛的事迹，将其视为新一代天骄。直至3日前，巨魔族少族长回归，朱雀国使者立刻秘密召唤赤虎，调查此事。使者大人，我不知他真名，只知是叫曾牛，修为深不可测。启禀使者大人，曾氏家族全族名册在此，天魂国中确有此人，但那曾牛不过是一筑基修士，必是有人冒名嫁祸，请使者大人明鉴。此话解，印着那曾牛长相。从今往后，尔等一旦发现此人，即刻诛杀。胆敢包庇者，整个修真国陪葬。不得寻找曾牛踪迹。弟子遵命。谨遵法旨。朱雀圣山竟能免其通缉，这曾牛到底是何许人？曾牛，我们的战斗并未结束，我等着你来找我。师傅，这雨天赶路，灵力消耗加快，倒也算是一个修炼的方法。不错，若是你始终如此勤奋，10年内定能结丹。师傅，你说那曾牛应该是什么修为？他莫非达到了传说中的应变期？此人的修为应该是化神后期了，不可能应变。否则的话，红蝶绝不会断臂，而是身亡。没催的，若不是回鼎出了故障，船错了星球，
咋早回来了？道友，这朱雀星最近可曾发生什么大事？最大的事，当然是曾牛此人啦。曾牛？是啊，曾牛，红蝶断臂就是因他所赐。你可知这曾牛长什么样子？前辈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朱雀国也没有发布任何有关这人的消息。朱雀国竟没有发布通缉，此事透着古怪。小丫头心直口快，不错。这瓶丹药对你结丹大有好处。哎呀，碎地丹！徒儿，你有大造化了。是吗？去就过去，也不知婉儿怎么样了，是该回家了。你们也很饿吧？才吃了12个门派，仙界之行损失太大，加把劲儿把这楚国吃光！我是巨魔族的曙光！等仙战，使者大人不会放过你的！哦，使者大人，是他。依族中长辈所言，此人虽只有化神初级，却是朱雀星前往仙界的6位高人之一，确实了得。赤魔道弟子斩白，偷窃宝典，吸食灭土之事，早已被整个霹雳国通缉。我奉劝你快些走，否则你在此地的消息一出，你必死无疑。化神期的滋味，可比金丹元婴之流滋补多了。疯子！可惜啊，没吃成。仙界之行实在是耻辱。哼，若非那曾牛袖手旁观，我岂会沦落到此等境地？名震朱雀星的本该是我。不过，他能断红蝶一臂，想来修为必定不是表面的化神初期。在修为突破前，我还是少去招惹他为好。宗主，身体为重，这弹琴很是耗神呐。那人的来历查到了吗？只是知晓那人年纪不大，月余前他突然出现在我楚国境内，7天连灭12派，杀了数名元婴修士，不知下一个目标是谁呀？过几日，等我身子好些，会把你们的魂血归还。宗主，你们各自逃命去吧。若是曾牛能来我楚国，此难定能化解。曾牛，怕是连我楚国的名字都未听过。云天宗，怕是此劫难逃。宗主100年内3次剑影失败，全靠丹药吊命。
若非他心中存着再见那人一眼的念头，怕是数年前结营失败的那次，就已香消玉殒了。外来修士都要将这楚国修真界杀穿了，连巨魔族都不敢插手。即便他在，怕是也没有办法救得了云天宗。楚国门派混杂，云天宗也不是善类。你，婉儿在云天宗也不是1天2天了，有些事情我可以处理。这是我炼制的魔头，只要你心念一动，便可唤他出来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寸步不离的守护婉儿。以后我就叫你小玲吧，师兄。小玲，你的主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与婉儿多年未见，得给她买些喜爱的东西。这位客人，不知需要买些什么物品？单方5品以上。给你们看看好东西。5品单方，价值连城。限额内只有3份。客人稍等，我这就去给您取来。没错啊。客人，这3份5品单方啊，其中2份取自楚国的云天宗，还有1份则来自大漠的天涯门，都是极为难得的上品单方。这是丹药功效的玉简，客人请看。不用看了，我要这天涯门的灵具丹单方。你这炼气阁可有6品单方？6品以上单方，那已然是无价之物。我炼气阁只有1张，不过此物只在每10年1次的修魔拍卖会中售出。客人若是想要，不妨等2个月，2个月后就是拍卖会。太久了，先买单方吧。客人您是想以物换，还是以灵石买？灵石。凡是达到一定级别的物品，我炼气阁一般不以灵石出售。客人，掌柜，极品灵石。食之无味。听闻楚国有个炼丹大宗，宗主还是个美人儿，叫什么来着？云天宗。我倒要看看，这美人被虫子寄生，还美在哪里？敢在楚国下此毒手！你可是云天宗的王林大人，有违从人！王林，没听说过。天下化神除了那寥寥数人，其他不过盘中鱼肉而已。城内陈家酒馆新开业，全场8折。听说没？修魔海近日来出现了一个神秘人，高价收购丹方。离城有家铺子见财起意，准备强行出手。
结果被那修士全给修魔海诸多殿中，不乏元婴高手坐镇呐。哇，元婴，神魂俱灭啊！恭贺主子，10日便购得了8种5品丹方。我儿若见到这些，定会欣喜。出国终于到了。这是心魔，不可能！以我修为，邓仙的心魔根本无法进入我的元神之中。找死！此战凶险，想走的人依然可以离开。若非宗主出手炼丹，老身永无结阴之日。今日之难，老身绝无弃宗主而去的道理。誓与宗主共进退。宗主炼丹操劳，才有云天宗今日10余位元婴的鼎盛。我等受此大恩，今日誓死保护宗主，绝不负大宗主当年嘱托，虽死不悔，虽死不悔，虽死不悔。云天宗的小辈听好，送出丹药，让你们那宗主给我亲自出来迎接。前辈身为化神高人，何必为难我们小国宗派？若是有丹药上的要求，还请前辈吩咐。我云天宗定然全力满足。你就是宗主，给我出来！吃阵法倒也有神奇之处。前辈，此阵是巨魔族为保我云天宗安全亲自布置，还请前辈看在巨魔族的份上，莫要为难。巨魔族，你们不妨也叫唤几声，看看你们的巨魔族主子会不会来叫。元天大阵坚持不住了，何力为耻！全力应敌，护住弟子。众弟子先行撤退。快撤！有几分姿色，味道应该不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好，不说。好办。住手！快将铃木！前辈，有什么要求，请说。简单，杀了你们，拿走丹药，这里成为我一处寝宫。至于你，就做我的侍女吧。欺人太甚！看来我还是太神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云天宗，你！不要！
别保命手段。师兄，我好像等不到你了。以你修为，是如何坐上这云天宗宗主之位的呢？因为她是我的女人。僧娘，以你修为，是如何坐上这云天宗宗主之位的？因为她是我的女人。是你要灭云天宗？僧娘，我不知道云天宗是你的地盘，此事是我鲁莽。鲁莽？那便尝尝鲁莽的代价吧。今日我便欺你了。想逃？当教，我不过杀了你几个机械弟子而已，何必赶尽杀绝？杀绝又如何？受尽人，行使天地法则。天地残酷，人可吃兽，那么兽也能吞人。走。
婉儿，刘匪宋清，下令封杀，任何人不得外出。是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上次离开时，婉儿尚还安好。回大宗主，李长老100年前3次结营失败，尤其是3年前那次，更是险些身亡。自那之后，他的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。唉，之前老夫为宗主调理身体时，发现他曾因过度施法而伤及本源，导致寿元大减。如今宗主寿元已尽，全凭丹药续命，才撑到现在。若是寻常结丹修士，恐怕早已伤及本源。那御剑威力如此惊人，竟是婉儿消耗寿元炼成。婉儿与王卓不同，她当时寿元未尽，我还能助其转生。可婉儿寿元已然透支，强行改命，定难逃天道数月。现如今，只有助他成功结营，才能保住性命。刘匪、宋清，在。我要带婉儿离开。从今日起，云天宗继续由你们掌管。是。还有，我是曾牛一事，不可告诉任何人。至于那些弟子，大宗主放心，我会抹掉他们的记忆。许飞愿追随大宗主，护宗主安全。铁爷也是。周易前辈曾嘱咐过，仙域宝塔必须在阴寒之地释放，其内仙气必能暂时帮助婉儿压制体内的死气。塔中虽只有一丝稳定意念，但威力着实不容小觑。多谢大宗主。这些年，我确实亏欠婉儿太多。师兄，你醒了。这是什么？是一位前辈的法宝。此次仙界之行，我有缘与一前辈结识，他临终前托付我，让我帮忙照看此宝塔1000年。可是，在仙界发生了什么危险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若想听，我便一一讲给你。所以，这宝塔中是周易前辈的妻子，而他则为了替妻子报仇，化为剑魂追去大罗剑宗，不知结果如何。不论结果如何，这都是他的选择。希望他可以如愿。这是送你的礼物。
五品灵丹丹方，这些都很珍贵，师兄从哪里得来的？你若喜欢，往后我再多多帮你选来便是。谢谢师兄。师兄，婉儿有一事想请你帮忙。何事？这是云天宗众人的魂血，辛苦师兄帮我归还于他们吧。我怕自己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再连累了他们。你不会死，婉儿，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死，绝对不会。你就在此处安心疗伤，我定能将你治好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将是我们的新家。大宗主，已经确定了，修魔海内即将拍卖的6品丹方正是归元丹，就在7日后。这是请帖。知道了。那我们先告退。等等，每一个化神修士都要有一段自己对天道的感悟。天道虽无情，但你要寻一段经历，至少让自己感动。你二人体内的灵力较为庞杂，这宝塔是最好的磨压之地。去百里之外，何时能凭自己的修为走进3里？我再继续点拨你二人。多谢大宗主。仙域宝塔虽然能压制死气，但终究只是权宜之计。若有6品归元丹在手，定可彻底镇压死气，为婉儿恢复生机。6品归元丹是典籍中的上古神丹，没想到丹方会在修魔海出现。我会拿到的，助你结晶。师兄要走？我去就会，很快。我想和你一起去。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没大碍的。婉儿，我之前在宇智仙界断了红帝一臂，此次回到朱雀星，他定怀恨在心。此一去，人员庞杂，此处的宝塔可抵御问鼎以下修士的攻击，这里最为安全。师兄，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。婉儿，而且修魔海还有一个我一直记挂的地方。宗主今日怎如此高兴？传闻修魔海是宗主与李长老相识的地方，故地重游，当然开心了。他都邪派了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当年的洞府就在这里，洞府消散，昔日的记忆全都不在了。师兄，我们走吧。洞府没有消散。拔出了一座山呐！婉儿，洞府没有消散。
初你带我来到这里，说要长期居住，便打造了这个洞府。这洞府哪算长期驻留？若是被人破阵闯入，我大可一走了之。至于你，生死靠自己。后来，我就在此地炼丹，等你归来。我记得那天，你带回来了一条蛟龙。师兄，我当时一直想问，你是怎么抓到它的？可那时你一脸冰冷，我又不敢去问。再后来，我在这里等了你3年，没想到你一回来，后面就跟着一大群人。当时多亏了你的阵法，才帮我拖延了时间。我帮了你，师兄也救了我。师兄，我们在这儿住几日可好？好。师兄，这是什么？是我收服的灵兽雷蛙，只是仙界一行，他受伤严重，还未来得及医治。之前炼的丹药已对我无用了，不如给他。真的有效果。前辈您能来，必可蓬荜生辉。只是不知道此地杂乱，还请随我上3楼。难道有什么门路？这次老子可做了不少准备，出手必定。还记得前些日子购买丹方那个神秘人吗？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来啊？化神强者。这到底是什么人？慎言，2位护从都是元婴大圆满，我等岂敢妄议？今日这丹方，我势在必得。
禀老祖，阁中已发现多名修士疑似化神期。化神修士。此人身边竟有2个元婴大圆满做随从，定是堪比修魔海大城主的化神高人。前辈在此稍后，拍卖会即刻开始。哪来的生面孔，也敢阻我神识？化神期，晚辈不知前辈在此，还望恕罪。邱道友，别来无恙。啊！王林，你居然化神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听闻碧阁此次拍卖会惊动了不少化神道友，特意前来，老夫感激不尽。诸位若是看上什么东西，尽管出价。若有法宝，我炼气阁也可当场作价。祝各位得偿所愿。啊！是他。晚辈匆忙赶路，还请前辈高抬贵手，放我们离开。你挺对老夫胃口，做我弟子如何？晚辈愿意。孙道友，可曾想起什么？啊！当年之事，是孙某鲁莽了，王道友莫要见怪。短短200年，当年的结丹修士居然已突破化神，修为压过孙某。倒是孙某该向王道友请教一番了。啊，王道友此番来碧阁，不知道看上了哪件法宝？6品丹方。若是其他物品，在下可以做主送给道友，但这丹方是有人寄售在此，这孙某确实无法帮忙。无妨，若是换不到，我抢来拓印一份便是。此人看似温和，却杀机四溢。若是真在我阁内动起手来，如何是好？接下来将是一件重宝，此物想必各位道友都已经知晓，它是一张6品丹方。6品丹药只有朱雀国才可以炼制而出。6品丹方，你有现在的6品丹方。但若是拥有了丹方则不同，此物的价值大家心知肚明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按物主要求，起拍价1万上品灵石。这谁拿得出来呀？可有道友出价？我虽有比灵石贵重的仙玉，可若是用出，势必暴露身份，引发朱雀国追查。我以此物作价。好。道友，你可曾见过此物啊？王道友，那木雕之内的血色经脉，莫非是雪域国的冰雪傀儡之术？此物我等并未见过，但可以确定它的功效与元婴后期的傀儡一样，因此作价5000上品灵石。道友莫怪，阁内小辈不识货，单凭血经脉就可使那傀儡的价格翻番，更不用说其中蕴含的一丝化神意境。道友，这法宝老夫买下了。这枚紫玉简可以在我炼气阁任意一殿换取2万上品灵石。2万上品灵石。
2万！多家小姐，出3万上品灵石。3万！又来个！竟给老夫添乱！要是这小子真的动手，王兄，我这里还有4000上品灵石。不用。你2人在此守护。是。晚辈子熙，见过前辈。你引我来此，若是不能说出让我满意的原因，休怪我无情。前辈心智过人，小女子佩服。莫有废话！刚刚化神尚未稳固，领悟的也不过他人意境。退下！不自量力！前辈，晚辈之前鲁莽，实乃逼于无奈，还请前辈看在这6品丹方的份上，帮晚辈一次。晚辈乃周国缥缈宗之人，我父亲是缥缈宗宗主。20年前，父亲进入仙夷之地，至今未归。那仙夷之地是朱雀心2大兄弟之一，与九幽蛮荒齐名。晚辈的修为无法进入，还请前辈助我进去，把我爹骸骨找回。没有时间。此玉简价值2万上品灵石，算是他印之剑。这归元丹方中记载了各类药草及材料137种，其炼制难度前所未有。更关键的是，其中药材大部分是稀世珍宝，并且早已绝迹，我宗也只有不到20种存货。空缺的药材只能逐个研究，找出其代替品。婉儿的身体不知还能等多久。云天宗上下待命，不计代价，宗内有的立刻取来，若是没有，就高价去其他宗派换。这丹方当中的药材，不乏一些4、5级修真国的镇派之宝。那我便亲自去取。老大，都给我仔细的找，要快！是。大长老，宗内所有4品炼丹师均已到齐。不对，统统不对！替代药材的属性分离及搭配，绝不许有丝毫差错。再粗心大意，统统给我滚出云天宗！婉儿，这是我生死一境当中的生机之气，你吐纳看看。我感觉好了一些，只是忽然有了困意。你现在身体虚弱，想要这生机在你体内发挥作用，就需要长时间的休息。你安心歇息。师兄，婉儿不怕死，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你。不会的，我向你保证。
300年才开花的陀螺莲，老子终于等到了。的东西也敢抢！今天你走不了了！狼魔者，别怕，我在。睡吧，我陪着你。状态越来越差了，不够，不够，再去找！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！大宗主真是辛苦，既要外出到各地寻药，又要趁着宗主清醒前赶回。唉，宗主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自从我返回楚国，2年来不间断的心气滋养和灵力灌注，婉儿却还是越来越虚弱。婉儿若是强行结营，怕是元婴尚未形成，肉身就会立刻死亡。那时，未成的元婴也只有消散一途，连聚魂都做不到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大宗主，最后一位。幽魂草用另37种药材替代，大部分的很好交易。我有一位在4级修真国阴阳宗主，数万年前阴阳宗本是5级修真国，这次宗主请千万小心。何方小辈？来我宗撒野！不知死活！婉儿，等我。宗主一去数月，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不能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？师兄会回来的，他说过他会回来的。可是，我信他。快为宗主输送灵血！
回压制不住。想什么呢？在3级修真国，6品丹药闻所未闻，归元丹更是夺天地造化。即便是欧阳子前辈，恐怕也难以成功。婉儿，你可知云天宗上下最有可能化神之人是谁？就是欧阳子。他对丹道的痴迷已臻化境，有这份通天执念，将来感悟化神意境之时，毫无阻碍。别担心，欧阳子定会将归元丹炼出来的。哎呀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个也不对，大宗主，不对。统统都不对。5品巅峰还不够，若是丹药太迟，婉儿的身体会先撑不住。丹房重地，非是误入。是不是你们？若是还需什么，是不是他？随时来找我。不对。婉儿寿元将近，多年来全靠丹药透支生机，结婴是唯一之法。但此具忤逆天道规则，他必不相容。天道并非无形，而是存在天地之间，干涉众生。不能进去。结婴之时，若真有天劫降临，唯有以金之硬抗。以大宗主的禁制手段，这山谷竟成了楚国上下最坚不可摧之地。可是大宗主到底在防备什么？
仙界破碎千万年，却瑰丽依旧。我们能去看看吗？倒是坐上星罗盘，能看遍仙界万里河山，亭台宫阙，或许还能找到残存的仙兽。那师兄，我还想去四派，看看凡人的京城，还有你住过的那一条老街。当然可以。等你养好身体，和我回一次赵国，回一次王家村，可好？天道无常，不知是否还有天界之外的手段。婉儿，生死已经压不住死气了。六品灵丹，我欧阳子炼出来了。归元丹药性霸道，对身体伤害极大，必能将体内死气镇压到极致。待婉儿结营之时，全力运转生死意境，加上宝塔仙力，定然足以争取到结营的时间。果然有效。准备的是数十道禁制，才勉强挡下天阶一击。天道之力，恐怖如斯。成了。这是。
婉儿元婴一城寿元未尽，怎会出现如此多的死机？天道，心莲。 终究还是在天堂之下挣扎徘徊的水与魔。师兄，就算岁月归期，天道不容，我儿一生有你，不要。 不要！不要！天道又如何？那便战吧！天要你死，我也要把你抢回来！分段！若是神机断绝，但元婴一城。师兄。 一天到宿命奈何，让一世界寂寞。今日想要行使天道规则，先来灭魔。之战，
凡人就无法感知。婉儿，现在，他以元婴之体沉睡，再次凝实，增加寿元，符合天道的规则。19年后，他元婴苏醒之日，我知道你还会来临。不过下一次，我依然还会阻止。这是阻碍天道的惩罚吗？我修的便是天道轮回之术，终有一日，我必取你而代之。到时，我让这天道规则按照我亡灵的意志行事，我让你跪在我的脚下。
周掌柜是个女娃，母女平安。只是这孩子呀，生来身子虚弱，还需费心好好照顾。一定一定，劳烦您了啊！快进来吧。哎呀。以我二元婴现在的虚弱程度，大概需要18年才能苏醒，并恢复记忆。到那时，天道定然会再次降临。王二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前辈，穿过此处便可到达仙夷之地，到时便劳烦前辈了。老夫100年没来这楚国，确实发生了不少变化。是啊，听闻如今云天宗已成为楚国第1大宗门，真是今非昔比。使者，他怎么会来此？曾牛道友，朱雀之主有令，3个月后，西山天坛之上，要你与红蝶一战。什么？曾牛？回去告诉他，即便是战，也要在10年之后。这曾牛好生厉害。竟连朱雀国的面子都不给。国外的故人，请进。故人。王林。几位道友，请坐。不知该称呼你为王道友还是曾道友啊？一个称呼而已，何必执着？当年小女子不知前辈身份，还望前辈不要介意。若我没猜错，你们此行是前往仙夷之地，寻找你父亲骸骨吧？正是。哈哈哈哈！王兄，不如与我们一同前去吧。孙道友答应前往，所谓何物啊？回前辈，在仙夷之地内有一圣物，名为轮回树，共9棵。晚辈有他们的分布地图，只要在树下打坐，就能让修士多一个层级的感悟。哼，这对于元婴修士或许有所帮助，但对于化神中期以上，效果甚微。孙道友怕是另有所图吧？王兄见识过人，孙某佩服，自信道友莫怪。若仅仅是轮回术，老夫断不会前往。我的目的是轮回果。轮回果？没错，这轮回果能将化神修士结婴的成功率提高30%，对我化神修士来说可谓至宝。
若王兄愿意前往，所得轮回果，你我均分，可好？既如此珍贵，你为何不一人独占，反而叫上我？王兄有所不知啊，这仙夷之地着实有些危险，其中还藏匿着法力诡异的野人，就连朱雀国都忌惮3分。若是有王兄陪同，此行把握将大大增加。只要找到轮回树，到时我自有办法在3个时辰内催生出轮回果，如何？无妨，我们在仙夷之地入口等你1个月，若是没来，此事作罢。孙某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兔死记忆中曾提到过轮回果，若将其汁液涂满古神全身，体内经脉将会隐匿，彻底融入血肉，身体吸收天地灵力的速度将会大幅增加。这一过程叫做习体，只有经历习体，本尊才能算是真正的古神。长老今日因曾牛推迟大战一事大发雷霆，本要下山亲自捉拿他，没想到又被那位拦住了。真不知这曾牛到底是何身份，居然让他连续3次出面干涉。师妹，不如我悄悄下山替你杀了此人，即使被发现，也不过罚我闭关100年而已。师兄留步，曾牛想要坏我道心，却不曾想，如今我道心不但未损，反而更加圆满。我虽不清楚那位究竟是何用意，但他执意要我们一战，此举正合我意。师妹，这是我专门寻来的东海之灵，可助断臂重生，你拿去。不必。每每看到这空袖，我对他的恨就浓上3分。不杀曾牛，此必永不恢复。师妹，他竟给我断臂中毒咒，曾牛，我定会亲手杀了你。毒咒牵制，可防他突然来犯。不过朱雀国既已得知我藏身之处，却没有为红蝶出头，只是送来战帖，此事古怪。我与红蝶一战在所难免，是时候早做准备了。我要收回巨兽圈，做摄神车魂兽之用。接下来的日子是走是留，你自己决定。
你可想好了，要跟随我？你看看。你忙了一天，快去吃点东西吧。走，菜在锅里。婉儿，18年后，你便会想起我们之间的一切，而到那时，天道也会再次来临。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迎战天道。仙域之地可助我提升本尊修为，所以即便再凶险，我也必须得去。我不在的日子，你要照看好婉儿，不得有失。是。你资质不错，又肯努力，继续坚持定有化神的一日。此物给你，好好感悟。多谢大宗主。小柔儿，看，我会回来接你的，等我。前辈，晚辈王林，受周易前辈所托，照顾您1000年。但眼下，晚辈要前往仙夷之地，此地凶险异常，求仙境一用。此仙境剑魂已去，剑徽不在，若想使用，还需一个剑魂。许立国，出来！老子终于出来啦！就算是当骡子也得给点甜头吧。以魔头等剑魂，只能发挥此剑小部分威力。待日后有机会，再寻找更合适的剑魂吧。孙前辈，已经1个月了，我们还等吗？此地究竟有多少层，你可知晓？不清楚，但我父亲曾说，此地4层以上相对安全，越往下危险越大。而我可以确定，那轮回树就在第3层，我父亲曾亲眼看过。若算上王道友，3个化神修士在，只要不去4层以下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。可若他不来，王兄，诸位久等，途中遇到一些小麻烦。我进入仙夷之地后，此人一直尾随，想趁机偷袭，这就是你口中的野人。不是说野人都生活在地下吗？怎么会跑到地上来？怕不是这仙夷之地内出了什么变故。事不宜迟，我来开路。
层的入口就在东边。此地竟如此之大，神识都探不到边际。师傅救我！这几人的头骨与王兄你在地上发现的一致，但他们都不是野人。那是什么？符魁，就相当于是傀儡。据说真正的野人能将修士炼制成符魁。符魁的特征，则是通体遍布黑色符文，双眼通红。虽说这符魁的威力不如野人，但一般在第2层才会碰到，不知为何会在此处啊？这符魁头上的叶片，又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小姐，紫心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入口就在前方。小心，小心！黑夜野人，元婴修为。朱雀乡弟弟，为何会有这样一群人？三叶野人，元婴修为。这是真正的野人。你既然识得野人的等级，还望把你所知的全部说出。这些野人乃是仙夷族，他们分为2类，一类是术咒师，一类是战咒师。他们身上的符文便是他们的力量所在。以符力为月，进行术法攻击的是术咒师，而符页数量越多，则实力越强。这仙夷族使用的神通之术，与我等修士截然不同。午夜术咒师，化神。竟可吸食符文提升修为，闻所未闻。仙夷秘法，果真不言之极。散开！我们分头前往西北处，在第3层入口会合。既你执意要战，那便成全你。王某倒也想领教一下仙夷之法。此人身上没有半点灵力，但那些符文却让人有心惊之感。符文性的外来者，你们不守约定，百年之期未到，擅入府邸者，这野人的符文之力，还真是霸道之极。
吃你血液一片！若每次使用都要消耗1块极品灵石来顶替稀释，代价太高了。花里胡哨的，还不是被你血液给劈了？先移一法，不可小觑。有意。那困，我和约本，阿赫，我真阿丹。阿贡坎特诺萨斯，这显异族语。你是谁？你若就此退去，不再扰我修炼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初入修真界，遇到的那怪人阿呆，难道也是显异族？外来者，你该现身了。你好，我是仙夷族的卡莫，六叶树咒师。在下王林，化神修士。100年之期未到，闯入仙夷之地的修士都得死。你刚才未趁我弟子血路时出手，我便也不为难你。他刚才以妖兽之血在身上画下符文，是你们仙夷族秘术？我仙夷族以符文为媒，吸收妖兽之力，越强大的妖兽，带给我们的力量就越大。仙夷之法霸道至极，为何族人屈居这贫瘠地下？这朱雀星本是我们的居住地，当年朱雀国升至6级修真国，被修真联盟赠予这颗星球。为了抢夺这里，我们爆发了一场大战，仙夷族损失了90%的族人，寥寥幸存者进到这仙夷地下，不再外出。不要进入3层，第3层有我族7叶树咒师的存在，他们相当于你们修士中的应变器。快些离去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多谢提醒。师傅，为什么不把他抓住，交给族长啊？若我没看错，他身后的符魂气息属于默默。他能杀了我族5叶树咒师，却毫发无伤。为师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将他留下，动手则危矣。要不是为了救我们，师尊也不会
只怪我们天资有限，这才拖累了师父。孙老遭此大劫，王兄杳无音讯，只剩这2个修为浅薄的拖油瓶。若再遇上劲敌，蠢是蠢了些，倒是知道护主。王兄，怎么回事？孙老带我们一路冲杀至此，临到这入口，却遇上了一招数诡异的数咒师。孙老被对方所伤，变得神志不清。若师父，这是怎么？孙道友还不清醒！那个野人临死前已吞噬这把地上之6叶树咒之，将我变成符捆。此地暴虐之气不断入侵，我无法尽心驱散。王兄，王兄，救主啊！前面不可草草行事啊！只要在生死危急的一瞬，这符文神通才会崩溃。果然是圣明之下无虚事，王兄，多谢。师父，师父，方才多亏了王兄。无妨。此地危险之极，子欣2人仍不见踪迹。我只知那轮回树在第3层西方，不如我们先行动身，边找边等。实不相瞒，我这俩爱徒寿元尚有100年，各自损失1甲子，便能催化轮回果出现。一会儿赶路时，你我2人各带1个。王兄，帮我一把，我愿以宝物相赠。此物是我多年前偶然在一妖兽腹内获得，应是上古之宝。我能力有限，无法参透，今送给王兄，只求王兄带上我，帮我争取一个可以在轮回树下感悟的机会。6叶树咒师，桃树，孙道友，这2个宿咒师所求非你，而是看中了涛兽所化的符文之力。涛兽跟随师尊100年，若殊死一战，我们未必没有生机。
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好，王兄在那儿。修行本是逆天之事，他既有此机缘，我等便不要干涉了。剩下的就交给我们，还请师尊与前辈为我们护法。不知这轮回果会有几颗？最少应是2颗，你我一人1颗。若是3颗，在下多拿1颗。毕竟是我爱徒牺牲寿元催化而成，还望王兄见谅。可以，不过这轮回树的枝干要归我。3颗轮回果。孽豆腐。糟了，还有多久？3个时辰。妙啊！这些不过是4、5叶数咒师，若来2个6叶数咒师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况且此地还有相当于鹰变修为的7叶数咒师存在。来不及了！师父，好徒儿们，就当报答为师吧！牺牲弟子全部寿元，加快催化轮回果。这孙某还真是心狠手辣。成了！好！长枪！战咒师。战咒师。你们都留下。
竟可以肉身之力接下仙境之位，怕只有本尊在，才可与之一战。追，奇怪，管他呢，先跑了再说。今日若不杀了此人，定然无法离开。悔赎大罪，再来个！王某便如你所愿。这剑，我在。摄神车，让我看看你的威力。能否配得上你的名字？有而已。这兽魂蓄力太慢，来不及了。主子，小命撑不住了！主子，你这么用，我这剑魂很快就要烟消云散了。这符丸之力当真强悍！你扛不住啊！救命啊！王某现在无需挡你。孽畜，凶性太厉！这摄神车确有仙宝之威，可惜以我目前修为，难以招架驱兽圈的灵力稀释。摄神车准备开启的时间过长。在七叶束咒师面前，若撑不到启动，必死无疑。居然在老夫眼皮底下遁形，倒有些神通。一旦被对方锁定，我断无活路。外来的小辈，老夫等你多时了。以你面面化身中期的修为，能杀了6叶迟暮。想必在上面的修真国中也不是无名之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王离，杀死赤木的法宝，就是你那手镯吧？这里面有兽魂的味道，出口一封，你跑不掉。把你如何隐藏气息的方法说出来，我给你留个全尸。老夫会亲自为你种下符魂，让你成为老夫的符魁。你这小辈身上宝物倒是不少。剑不错，此物上面有一股天威之力，但这是仙夷圣地，天劫下不来。好强的威压！修为差距太悬殊，完全撑不到神圣者开启。或战或死或抛，总有一法可用。这画轴怎会有我仙夷圣物的气息？如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逃出此地，虽说极为危险，但却比全无生机好。空间裂缝，套进虚无空间又如何？虚无之中极易迷失方向，其内也无法打破空间离开，你能逃到哪儿去呢？这小辈竟还有横渡虚空的宝物，其身份定是尊贵异常。是为老夫符魁的不二人选。老夫说过，会给你留个全尸。好强大的魂力！与其耗到灵力枯竭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还敢负隅顽抗，一搏生机罢了。想和我玉石俱焚，自不量力。中了符魂之印，就算不死，也将变为符魁。你欺我一寸，犯王某舍命，要还你3分。仙剑加上兽魂之威，其野兽咒师也未必可全身而退。就是通过领悟这枚符文，才达到奇业。小辈，你有幸看到老夫的启蒙符文，
此也足矣。竟让我的符文之力受损至此，困兽之斗！老夫种下的符种，除非修为比我高出一个境界，否则绝无可解。法祖的血法频繁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驱除体内黑纹。元神一旦被黑纹包裹，我将彻底变成符魁。这黑纹来自眉心这株植物，木属香。铁拟柱，这植物虽是符文幻化，但只要是木属香，就可被铁拟柱吸收。如今只能赌一次了。身中符文下，他居然还能操控法宝，撑这么久。加上极品灵石，应该可以检测到那老匹夫力竭。这小辈身上的法宝怎会这么多？居然有可以化解符种之物！幸得前辈教导，晚辈得以掌握星罗盘的挪移神通。他竟将符种全然消解，还可数月始终保持急速不降。那小辈身上法宝层出不穷，若再继续追下去，只怕老夫符力耗尽罢了。哼！不追了。这死货！符力撑不住了。小辈，你给我滚开！若再跟随，休怪老夫取你性命！黄礼，你有完没完？拜前辈所赐，晚辈得以遇到这样一个尽情使用法宝攻击的机会。除了这来时入口，别无生门。你不过是瓮中之鳖。老夫要叫你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
某无法离开，你也别想全身而退。老夫不会放过你！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希望可以凭借祖灵打开通道。首长，你怎么把出口给毁了？这样我们怎么出去啊？裂缝中，外面便没了牵引之处。若不进去，找起来却也太过困难。来者不善！道友，你我素不相识，这是为何？你们去的时候是7人，为何现在只有你2人出来？我绝未见过此人，但怎会有一种越看越眼熟的感觉？不打，便死。前辈，其他5人中定有与你相识之人，晚辈知错。当年我父亲在仙夷之地失踪后，我被卖到朱雀国，后成为炉鼎，生不如死。自心不甘，得以幸运逃出，后与家中公孙长老相遇。长老不弃，护我至今，并愿意随我来仙夷之地寻找父亲踪迹。为分散仙夷族人的注意力，我便以轮回果为饵，邀其他5人同行。奈何我寻父未果，只好离开。前辈，是子心隐瞒在先，前辈若杀，便杀晚辈吧，我要为难公孙长老。少子，让他杀我，与其成为别人的浮亏，死了也算是解脱。找到王林，饶你2人不死。不对，被朱雀国选中的炉鼎，怎会如此轻易逃离？公孙范明明身中负重，却与他人不同，2人此行又可全身而退，这背后定有神秘高手暗中相助。本尊在他人体内留下烙印，以此标记，便可指引方向。前辈，我……前辈，事到如今，也是你咎由自取。仙夷之行，实为凶险，
幸好拿到了本尊习题所需的轮回果。终于成为真正的孤神一族了。咱们杏花村终于等到天行宗下山挑选弟子了。你家娃来，好天不能说了，是这孩子被选上，那不是光耀王城下一个，一个有灵根的也没有。这孩子我要了。道长，这孩子可是天生哑巴呀。无碍。多谢仙人。如儿，快来给师父行礼。快呀！天生灵力，百脉全通，紫光透体。给老子快点走！耽误了老子换灵石，要你好看！死丫头！我打死你！一个。前辈，你会说话了。你愿意跟我修习吗？他早晚都要迈出修行这一步。既然他父母保护不了他，我不如将他带在身边，也要护他周全。孙牛，出来应战！孙牛，喂，有你明，莫不是怕了不成？却躲在谷内。姓孙的，出来与我应战！到家了。饿了。修炼到一定程度，便不用吃饭了。
了呗。好漂亮。这个给你，以后你若找我，别晃一下，我就会出现。婉儿，曾牛，你个缩头乌龟，敢出来一战！曾牛，出来一战！我可以让你一只手，可以让你两只脚。聒噪！幼时竟是这般模样。叔叔，什么事？没事。小卓儿，进塔。哦。曾牛说：“水玉国廖凡向你讨要羽扇羽榜。”曾牛，往日你与雪域国的恩怨，今日便一同清算。走！若你没有这些手段，今日就受死吧！今日是3月17，曾牛，这便是你的死期。阴波灵甲，是哪个小崽子敢伤老子？这声音，这是黄泉生窍诀中的阴寒之气。抓紧时间寻觅基因之地，修炼黄泉生窍诀。黄泉冰岩，你怎会此术法？你到底是谁？告诉你也无妨，老子叫司徒南。
司徒前辈，若那真是你的短臂，我倒有些相信你当年所说了。只是这朱雀第一高手的称号，只有历代朱雀子配得上。你真的是那个人吗？司徒前辈，10年之约将近，这一战我胜算极小，但却避无可避。小白，抬头，低头。小白怎么这么快呀？10年之约已到，冯某奉朱雀子之命，接你前去。铁岩，在。这雷洼和宝塔，我留在这里，100里之内无人可入。我走的这段日子，你好生照顾小茹儿。本宫放心，老夫定会保林宗、茹儿小姐安全。小茹儿，过来。坏叔叔，自己出去玩，不带小茹儿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听铁岩伯伯的话。等我回来，给你抓一只更大的老虎。真的，比小白还要大。比小白还大。那好吧，不过你要快点回来。照顾好自己。宗主。属下已探查清楚曾牛实力。讲，那曾牛如今已是化神中期，意境自是轮回之下的生死感悟，一把无坚不摧的飞剑，还有一神秘宝塔。不仅如此，我用您给的法宝前去试探，发现他竟还掌握黄泉道功法。昔日他断红蝶一臂，今日又被朱雀子看上。又岂会是等闲之辈啊？那之前之事，就这么算了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待他与红蝶一战后，我自会出手。到时无论胜负，曾牛都必死无疑。3进3世界。这位就是曾牛道友吧？小女是人道仙弟子白雪。师尊说你初来朱雀，一切事宜由我安排。请。
御简中对朱雀国的描述并不详细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本以为这宗牛定有绝世天资，如今看来，也不过如此。曾牛道友，你脚下这片土地，便是整个朱雀星上面积最大的陆地——朱雀大陆。在此地有4个修真国，分别是朱雀、青龙、千幻、毗卢4国。我们朱雀国作为朱雀星上唯一的6级修真国，处于朱雀大陆正中心，更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传闻只要生在朱雀国，就连普通凡人都会自命高人一等。看来此话不假。朱雀国中有何宗派？朱雀国又分天域宗、地破门以及人道仙3大宗门，其中各有一个问鼎长老坐镇，并受第14代朱雀子管辖。他是何修为？朱雀子是朱雀星内唯一一位问鼎大圆满修士，但从不轻易露面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只见过他1次。那便是天域宗门。红蝶妹妹现已是天域宗弟子，而我听闻师尊也有意将你收入人道仙。你们2人大战就定在7日之后，可有把握？没有。曾道友不必谦虚，这段日子你暂住人道仙，待师尊修炼完，自会见你。等一下。进入朱雀大陆后，始终有种不安之感。此地不像是住所，倒像是囚牢。既然此战躲不过，先将御简地图补充完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朱雀国内，能置我于死地之人，绝不在少数。可朱雀子不仅未追究我断红蝶一臂之事，还有意将我2人送入2大宗门。他究竟是想通过大比，在我2人中做取舍，还是另有图谋？此人可以进入房间而不被我察觉，实力定在应变之上。莫非是那人道仙宗主？
竟然亲临现场，那两位是朱雀大人的得意弟子吗？我越发期待今日的比试了。此次大比正式开始。既无法一击毙命，只能扰乱其道心，找机会下手。哼，这是我雪域国用500年制作的法宝冰神，今日便让你有来无回。蹦！僧牛，你输了。没错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天劫降下，任何瞬移都将失去作用。红蝶，受死！六元归一。傀儡虽无法阻止天劫，但却能冲散些许黑气，减小这天劫威力。逼我的困极变！这是什么法宝？那是什么？这一击就将僧牛重创，这么厉害！此物不是你们天域宗镇派之宝吗？怎会在红蝶手中？是在下看管不周。此战之后，我定会严查，给朱雀一个交代。这曾牛居然真的可以引下天劫，多亏我将法宝拿给师妹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？这鞭子太过诡异，竟能直接重创元神。战车开启还需要时间。既然如此，我给你种下的毒咒，看你能压制到何种程度。还差一点。
不过是小小蝼蚁，不配与我相提并论。我有冰神在手，又有本命法宝傍身，此战杀死曾牛，定如探囊取物般轻松。可今日一战，竟比当年仙界艰难数倍。若没有冯玉山送来的坤极鞭，我定会败落。可此刻冰神已极为虚弱，难道这一次我真的会输给曾明？许立国，我不会输。曾明，就算短期应变无望，我也是要杀你！分神鞭，绝情之境。这就是化神大圆满的意境啊！这分神鞭本是师妹为助自己应变准备的，其中蕴含了她此生的天道感悟，再与绝情意境加成，曾牛定然招架不住。此战元神损耗过大，竟无法破除他的意境。隐情，结束了，快过来！来！师兄，我害怕。亲情、爱情、恨意、善意，皆是无用虚妄，如同这荆棘藤蔓，终将成为你修道的负累。曾牛，我要你亲眼看到，所有之情已离你而去。挥剑，斩！入世引出世间之气，继而挥舞慧剑，斩断一切之情，此乃绝情意境。曾明，你终究还是亲手斩断了情丝，你败了，今日你必将元神破灭。儿啊，不管你做过什么，都要保护好自己。我儿一生有你我。在天地珠内练了这么久，你才勉强达到灵气一层。那便干吧！皇上，曾牛兄，你懂便是懂，这是我师兄懂的是不？你错了。什么？这世间之情，岂能说绝就绝，说断就断？慧剑虽长，但却砍不断轮回。一身入局，再有所感。多谢你助我明悟，绝情之人，也难逃生死轮回。
绝情之人也难逃生死轮回。轮回之下，生死天道。怎么可能？轮回天道本该无情，可惜无情、绝情，仅一字之差，却谬以千里。对于修道之人来说，意境之争就是彼此的道之印证。这一轮是曾牛赢了。老祖说的是，不过这红蝶也不错，竟能在最后关头明悟。说我能达到因变，今日你这轮回便不再是轮回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没有败。死灵杀阵！今日天逆珠正好见此圆满。天灵，放！曾牛，今日我就算杀击死灵，也要杀了你！三灵，击爆！如今我元神受创，修为更是跌至化神初期。红蝶这一击，就算不败也会受重伤。可玉石俱焚，真的是朱雀子想看到的结果吗？只能赌一把，看能否舍命破局。你若敢杀我，大家便同归于尽。那便试试。够了。此战胜负已分。曾牛，你赢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便是我朱雀国弟子，拜入人道仙门下。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，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提。我要这个。那便给你一半。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谢朱雀。此战你二人损耗巨大，接下来就好好休养，去吧。朱雀子究竟想要干什么？第15代朱雀子的名号争夺在即，你们二人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老祖，弟子谨遵教诲，日日不敢懈怠。听说你的炉鼎逃走了，
可有此事啊？回老祖，那子欣定是被人放走的，而且那人竟能解开我的桎梏，修为定在我之上，恐怕此事没那么简单。我一定会揪出那背后之人。不必，此事你无需再插手。为师已为你寻了一个更好的炉鼎人选。我所需炉鼎十分难选，不知老祖所指是？此次红蝶与曾牛一战，两人意境都有所明悟，但元神接受重创。你若能将红蝶的灵力与意境吞并，到那时，你的意境中便多了绝情之境。如此一来，最终的问鼎一劫便会多一份把握。难道老祖当年收下此女，就是为了我？多谢老祖。你莫要辜负我的期待。是。只是红蝶此女，倒有些可惜呀。为师老了，有些事情确实有些不忍心了。老祖，无需可惜，毕竟朱雀的称号不会从这些外召弟子内产生，除了我与师妹，不会有别人。罢了，你快去吧。是。桑牛，下一次我定杀了你。我可以带你完成这个心愿。谁？在下钱锋，今日刚见过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的意境和先天死灵啊！怎会如此？清河，你若能帮他应下此剑，红蝶结束便消。没想到我的死情。师兄可顺利？自今日起，他就是我的炉鼎，名绝情。恭喜师兄修为大涨。不知我何时才能像师兄一样？不急，慢慢来。绝情已是第3个被我吞噬意境之人，师妹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也会成为我的炉鼎，我必将成为下一任朱雀。只可惜，朱雀只有一个。柳眉，弟子在。你修的是千幻无情道，如今只剩最后一幻未圆满。若能寻一惊世意境，将其吞噬，转换成你的最后一幻，千幻功法便可大成。
原本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人，就是那五行宗的周易。此子的痴情已经世间罕见，只可惜此人却是在仙界失踪，下落不明。老子无需烦忧，弟子再多幻化几具分身，继续下山，感悟天道便是。你曾有一具分身，拜于赵国玄道宗门下，在一次宗门大比中，遇见过一位衡岳派弟子，名为王林，你还记得否？王林，是他？没错，那曾牛便是王林，他便是为师为你找的替代品。那红蝶道心已破，无甚提高空间，但王林却不同，你定要盯紧他，待他意境大成之日，你便将此人炼制成炉鼎，待炉碎之时，他的生死轮回意境也会被你掌握。如此一来，你比风儿更有机会接替朱雀称号。弟子领命。王林，当年唯一一个对我分身媚术仍保持清明的小弟子，没想到短短500年就走入了老祖眼中。此人不简单，我不如趁此机会，在他体内种下毒蛊，事后方便为我所用。从即日起，你们与我一同闭关。今日来，潜入地上的浮魁越来越多，仙夷族定然有所图谋。我们必须保存实力，防患于未然。是。你们可还记得云雀子？可是当年与您争夺第14代朱雀之位的那位？没错。当年他夺位失败，便开始云游朱雀。我本以为他不再参与任何争斗，却没想到他竟暗中培养自己的弟子，其目的不言而喻。可朱雀称号绝不可给云雀子系分支，可明白？遵命。师弟，你即将前锋的炉鼎紫心放走，收入麾下，那便是与我宣战。我定不会给你可乘之机，你选择的4个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师兄，你我斗了一辈子，既如此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你的弟子棋高一筹，还是我选择之人更上一筹？
曾牛小友，你终于来了。迎遍老怪，你是何人？雪域国宗主李元丰，替红蝶取你性命。听闻当年雪域国为提升至5级修真国，曾有7位化神长老随红蝶同行前往朱雀，在逆天法术的加持下，唯有1人活下来，得以提升至鹰变期，想来就是你了。李某因红蝶机缘得以突破修为，自是不能忘本。你断红蝶一臂，而红蝶又是我雪域国的希望。于公于私，李某今日都不会放过你。与鹰变老怪碰上，我毫无胜算。我虽元神受损，却不知炸不开空间裂缝。此地已被禁锢，空间裂缝铲不开，你的青罗盘无用。对，忘了告诉你，瞬移也不可用。此阵名为封魔乾坤阵。曾牛，这次你断无活路，真是不死心呐！孙太，速来！又是鹰变。曾牛小友，李某说过了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又是鹰变。曾牛小友，李某说过了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我现在灵力混乱，元神受损，就连这仙剑之位，也无法发挥到与红蝶一战时的威力。这封魔乾坤阵复杂至极，定是传承许久，短时间内定是寻不到生门。众子快走！倒真是一把好剑，里面居然还有剑魂，不错。此剑可以归你，但那可以引发天劫的小旗，要归我。好，不过星罗盘本就是我族之物，我要拿走。自然。巨魔，老夫的确是巨魔族之人。当年你在仙界抢走我族少族长赤虎的星罗盘，今日我来取走。2个鹰变期老怪同时出手，只为了取在下之命。如此殊荣，王某定会牢记于心。是啊，你确实应该铭记。不过，
要把法宝留下。好宝贝！灵气浩劫了。老祖，还请让晚辈出手，亲自杀了此人，以报当年之仇。曾牛，受死！曾兄，东南角，活路。赤狐，你干什么？快走！老祖，那星罗盘是我赠送给曾牛的，绝非他抢夺。曾牛在仙界曾多次救我性命，我赤狐堂堂男儿，岂能干出灭绝人性之事？混汉！星罗盘对我族没有用处，给了曾牛又何妨？拿了人家飞剑还不知足。要不是你是云汉巨魔血最多的一个小辈，今日我定杀了你这逆徒。回去之后，把你闭关100年，日夜承受炼体之苦。我赤虎行事光明磊落，不能做出不仁不义之事。曾兄，在下尽力了。这阵法太过诡异，天逆珠也被一层阻力所挡，无法进入。东南，天乾地坤，凶为东南，木心之处。果然，若能出了阵，道士便可遁入空中避风。小子，应变面前，区化神，活不了。应变一境，老夫一经为茶，茶烟袅袅，品世间百味。壶中藏乾坤。夜间瞥春秋，生死异律。看，以茶为伴，从而感悟人生。在应变修士的大成意境面前。你的意境不过儿戏。已经浪费了很长时间，杀了此人后，老夫还有要事。李道友，动手吧。你不愿出手，莫非是怕朱雀山的追究？怕了，此事本就是我发起，我出手便是。终于来了，封魔乾坤阵，若非老夫知晓此阵阵眼所在，否则要进来，还真有些难度。是阴宗，这二人虽是应变初期，但传言巨魔族只要达到应变期，便会觉醒天赋神通，还是不要轻易招惹为好。曾牛，你吃饱了撑的，怎么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？我说你们两个老不死的，杀一个化神期的晚辈，丢不丢脸？老夫要把此人带走，
道友，区区应变初期，还是被强行提升上来的，没资格与老夫说话。不行，此人必须死，而且他的尸体也要归我。你又不是我诗音宗之人，要尸体何用？因为弟子赶到时，那亡灵已身死道消，只有一丝残魂遁入域外战场。弟子追踪而去，可苦寻数十年，一无所获。只怕天逆诸野。老夫问你，此事可还有人知情？没有，弟子已抹去所有知情者记忆，眼下只有弟子和驻扎赵国的通天塔使者还知情。好，很好。远古坤虚圣域流传下来的至宝，岂能说没就没？若能把天逆珠献给修真联盟，定会被赐予6级修真国身份，不占一颗修真星。如此一来，老夫这支巨魔族分支便有了问鼎族群的资格。我苦寻亡灵音讯多年无果，直到赤虎仙界一行回来后，我才意外得知，曾牛竟就是亡灵。为防止朱雀国横插一脚，我苦等时机，直到李元丰找上门来，我以拿回星罗盘为由，与他一同诛杀亡灵。即便亡灵身亡，只要有尸体，我就可以用秘术查出天逆珠所在。老夫要他尸身自有用处。滚开！你敢！孙太能来救我，也是没安好心，但却是逃出那阵的唯一之法。千年奴役，才多少年就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老子这次非要把你彻底封印不可，省得再被你连累。走！你当真以为老子怕你不成？怎么会？我的修为怎会这样？李元丰的察知意境与孙太种下的封印，竟结合成了一道强大的坚固，将我体内灵气吸食殆尽。若如此下去，我定会变成一个没有法力的凡人。上次被重伤至此，还是肉身被藤花源所灭。没想到数百年之后，又来这么一遭。纵我步步敬重身世，却还是落入这任人宰割的境地。曾牛，休想带走！
修士一旦交战，便是生死之争。你可想好了？与应变终极一战，着实吃力。但亡灵对巨魔族关系甚大，如此一来，唯有一拼。事到如今，是你们逼我的。应变间很少有生死之争，这仙气一旦消耗，无法补充。那你既决意如此，老夫便与你一仙碰仙。仙气之味，应变一手独有的神通，复兴我族数万年的机会，老夫绝不会放过。哼，老夫应变中期，纵你巨魔族天赋神通，也难敌境界压制。还不死心？老夫的雷之意境，可是当初花了极大代价，天雷星闭关100年感悟而来。区区应变初期，给老子死！我把此人带走，几日后还你就是。不行，你把他带走，不等于我的元神就握在你手里了。敢在老子眼底下减生，这小子身上的封印还差一半。须得与这2块狗皮膏药速战速决，不然空生变故。老夫应变之后，第一次使用天赋神通之术，你接下吧！我走，接！还没有伤人之力，只能把对方传到位置遥远的星域。若是再战，我今日怕是要神魂俱灭。
老大，这是一棵摇钱树啊！这小子长得丑，打断腿放在天威飙车前挡道，总比用自己的兄弟好啊！带着我。哎。 这位道友，这可是难得的好货。曾牛说不是一枪，便是要和那红蝶玉石俱焚呐。那红蝶听完此战后，红蝶也有所突破，闭关参悟应变去了。那可是雪域国出来的天之娇女，当年为了让她归顺，朱雀国可是下了大手笔啊。 我知道你有一丝元神藏了起来，绝情，我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逃跑的陆定。曾牛与红蝶一战成名，真真坐实了这应变之下第一人之位。可不曾想，这第二天呐、曾牛却失踪了。什么？曾牛失踪了？真的假的呀？弟子恭请师尊出关。为师听说了，那小子确实消失的离奇。耽搁师父闭关，是弟子无能。无碍，他是为师给你选的炉鼎。 不重要，但也重要。昨日极北之地传来一阵仙力波动，应是应变修士斗法所致。为师查到，王林这次失踪和雪域与巨魔族有关。此玉简可用于寻人，他受伤极重，元神崩溃，我只能感知到。 他在朱雀大陆北方。修仙500年，终会凡胎。可8年后，王儿就会再遇天道。 8年，若本尊在，还可带我寻一处灵力充足之地，重新吐纳，总有恢复的一日。可本尊也因元神崩溃受到了牵连，在楚国陷入了沉睡。或者，照此地修真门派，借其灵气浓郁之处修炼。不过。 以我现在的身体，又如何能进去？到底要怎样才能破解封印与意境的禁锢？这方圆百里啊，仙人咱惹不起，但凡人的地界上，就是官府也得敬着咱们。偏偏天威镖局没眼力劲儿，想要不要不要？今儿啊！ 就让他们知道规矩。这天威镖局怎么也想不到啊，咱会在这里接上他们。老大真高明啊！这时辰也差不多了，都准备下去。好嘞。哎呀，这丑模样。 倒是个当诱饵的好材料啊！小
小子，算你倒霉了！瞪什么眼？好了，来了来了。你使我死！不抢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，开山门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！快！大当家亲自出手，苏护就是不一样啊，又够快回事了。去整起他好酒，让弟兄们今天喝得痛快。好嘞。都给我小心了点啊！把那小子扔进水牢里，养上几天，下回再用。知道。原来失去了一切的修士，比之凡人都不如。婉儿，此一别道阻艰难，但我定会破除艰难万险，回到你身边。得需灵力才可拨开禁锢，恢复修为。这是真的是灵气，这水中竟有灵气。若能引灵气入体，便可从此处脱困。引气入体，灵气归元。今天收获不错，确实来了头肥羊。这是啥呀？老大，这是俺从那个丑小子身上搜出来的。这难道是天蚕丝？我还不信了。宝贝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！是，哎，这宝贝要是再多弄几个，连成块做成衣裳，那不刀枪不入了？不知道你丑小子是从哪儿弄的，我去问问他。老大，就是这儿。老大，水里像是有东西啊！有个屁东西！快把他捞上来！
日，你断我四肢。不是哪儿，是他就完蛋了。你招来一命，生来突然不是配合。我操！仙人，我错了，你放了我吧！这财宝在的都是你的，饶命啊，仙人，饶命啊！剩的这点灵力，杀他不够，但打开储物袋却够。魂兽，妖怪啊！此处何地？回先生，此处是披卢国火云寨。把地牢刨开，挖成小潭需几天？3天。一天就可以做到。开始吧。仙人，都挖好了。从现在起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山寨。退下。是。此地显然并非灵脉，为何这水中却有灵气？极品灵石，难怪。需用5块极品灵石封印。这骸骨生前定是法力通天，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。这画着我一直无法参透，连当年仙一族木叶都为他所动，其中定有不可估量的力量。此处水牢，你们是如何发现的？禀先生，此处多年前就是片荒山，疑似地龙翻滚，山体碎裂后才出现这么个地方。之后，大当家觉得这是个关人的好地方，才有了这水牢。那尸骸到底是谁？与这画轴有何联系？这紫光又是什么？罢了，此事急不得，眼下要抓紧时间恢复修为，破除禁锢。刚在灵气的强硬冲击下，强行从外将禁锢破开了一些小缝隙，然此法已不可再用。此禁锢不光限制灵气进入，还会吞噬灵力。若要破开更大的禁锢裂口，唯有汲取体内灵力，提升修为，导使体内外灵力夹击禁锢，方可进一步破局。6个月的时间，只恢复到了凝气6层。这封印与意境的结合果真霸道。是时候冲击禁锢了。
坚固的吞噬更强了，灵力撑不了多久。这样下去不行，若要进一步打开禁锢缺口，为今只有一法：吞下仙域，以毒攻毒。小点声，别吵到仙人。此次突破，插痕消散了1/10，封印也有所松动。初代的许多法宝可以勉强使用，再加上纹兽，只要不遇到化神修士，便不会有危险。无论如何，7年内也要恢复修为。极品灵石有限，若想进一步突破，还需另寻一处灵气充足的地方。炼魂宗，朱雀大陆披露过3大宗派之一，那里的灵气定然充足。老祖，你怎么了？借你身体用。那魔童毁我肉身，伤我元神。若不是将他引到小北延吉之地，利用挺人禁制将其禁锢，恐是难逃此劫。此番没有抓到亡灵，还赔上了半条命，唯一所获便是这仙剑。剑魂，剑！大爷饶命！别杀我！当年我也是被那姓王的逼迫的，我对他可是恨之入骨啊！旁的剑魂都是忠贞不二，你这剑魂倒是有趣。嘿，你家许爷，他们岂能和奴才相比？我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此剑绝非寻常之物，就连其中剑魂都能拥有神智，着实难得。若将其抹杀，倒也有些可惜。不如趁我元神融合肉身之时，先行封印，以观后效。既你主动投诚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老夫剑魂，休想耍什么花招。大爷放心，我许立国一向忠心耿耿，绝不背叛。如为此事，便叫我万魔穿心。你随我一同闭关，待我元神与肉身融合后，再去找那亡灵算账。杀心啊！你啥时候能来救我啊？据说炼魂宗是披露国最神秘的宗门，从不主动收徒，皆是愿者上钩。只要在开放之日上缴灵石，便可获得一处洞府修炼。护山大阵。
何人擅闯我炼魂宗？拜见前辈，晚辈多有冒犯，此次前来只是想拜入炼魂宗。你是哪个门派的？弟子是个散修。散修能达到筑基期，倒也不易。不过我宗收外围弟子的时日早就过了，你明年再来吧。前辈请留步，弟子多年前偶然得到一把好剑，一直没舍得用，还请前辈收下。这小子竟能有此等宝贝！此物从何处得来啊？多年前，弟子曾帮助过一个结丹修士，在他受伤之际为其护法。他伤好后，便将此剑送与我。可弟子修为不够，无法使用。好吧，老夫看你修行不易，便破例子。跟紧我，炼魂宗内禁制极多，你若是走错了，我可不救你。多谢前辈。如玉简所说，此处灵气果真比外界浓郁数倍。用如此多的灵气，供成千上万的外围修士修炼，真是罕见的大手笔，倒也正合我意。长兄，长兄，来了来了，喊什么？我路上遇到一个小辈，长兄收他为外围弟子可好？你红毛子都发话了，我岂能拒绝啊？那人就交给你了。我这次出山，收集了上百冤魂，正好能把魂幡练出一个主魂。等练完后，我过来找你吃酒。红毛子这无利不起早的性子，你可给了他什么好处？回前辈，是一把剑。既然如此，那这1090洞便归你吧。1年1块中品灵石。此洞府灵气稀薄，多半是条废马。前辈，弟子想换一间灵气更充沛的洞府。修道之人最忌贪快，你如此修炼，道基不稳，此生不会有结丹之日。晚辈还有一事请教，红毛子前辈刚所说的魂幡是何物？你可知，我炼魂宗内门弟子虽只有几百人，却能与毗卢国其他门派势均力敌，是因什么吗？因这魂幡。正是，魂幡乃我宗特殊法宝，其中玄妙只有内门弟子可知晓。想当年，我一路厮杀进内门，却因在结丹初期停留太久而被取消了身份，落得个外围管事。不知前辈可否透露一二？你现在还没资格。外围弟子每隔3年有一场万人大比，决出1人进入内门。你若想知道，自己去试。是晚辈见远。你叫什么？弟子名为青木。好了，跟我来吧。找了这么久，却没发现他的一丝气息，难道真遇到了不测？房号越小，表示灵气越多。看在红毛子的份上，我可是给你选了个灵眼之地。
多谢前辈，晚辈日后定多多孝敬。外围弟子数以万计，能入内门者万里挑一。炼魂宗居还要耗费大量灵气滋养众人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恐怕不只是培养修士这么简单。灵眼吗？借由坤晶眼汇集灵气，再用聚灵阵防止灵气外扩，倒是个伪造灵眼的好方法。不过若能解开禁制，直接接触坤晶眼，冲击筑基后期倒也够用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要想破除禁制，虽有难度，但未尝不可一试。破！灵气好尽了。也不知此时婉儿那边怎么样了。还有7年，我必须加快速度，找出灵眼之地，才能彻底将禁锢破除，解除封印。此处应该就是最接近真灵眼的洞府，但有人在内。青木，前辈，筑基大圆满，此人天资平平，却在短短3个月内从筑基初期一跃至此，身上定是有什么逆天法宝。又或是修炼了什么玄妙功法，怕是下次相见，我便要称呼你为道友了。元神崩溃后，我无法隐藏修为，倒让这结丹修士看出了端倪。此人日后定是个麻烦。此地人杰地灵，晚辈日夜吐纳，也是侥幸成功而已。你若能成功结丹，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，便有极大的可能获胜。若到时你真进了内门，可要时常回来看看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炼魂宗大比的规矩只有一个：成王败寇，只要能赢，生死不论。多谢前辈提点。若能从青木口中探出快速修炼的方法，定可重回内门。奇怪，怎会不关门？
过一个小小筑基，捏死他易如反掌。来了，秦牧，快把你修炼的诀窍交出来！我若不，你没得选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根本就不会过问。你交出来，我还能饶你一条生路。否则，你果然有不少宝贝，今日都是老子的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能杀我！我可是外围管事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不会过问。你绝不可能只是筑基期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配知晓。将外门全部包围，任何人不得离开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是。不知道谁弄的，大圣长，不知道，这不是我。此次一举恢复到了元婴中期巅峰，元神也初步收拢，但是天意珠还无法取出。此人到底是何来头？若我知情不报，恐被牵连。要不……
接受检查，如有异动，就地格杀。看来这就是炼魂宗的魂幡秘法。若是能学会，再以游魂炼幡，想必威力不会比金幡小。检查，又不是他干的，他为何要跑？炼魂宗外围弟子人员成分复杂，弟子中有不少见不得光的交隐，而且还有其他门派派来打探魂幡之法的细作。搜魂术下可什么都藏不住了。来，走吧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，下一个。过去。来。下一个，通过了！怎么可能？快点！好了，下一个。这些内门弟子的最高修为不过元婴初期，禁制的玄妙，不是他们可以看穿的。竟可如此轻易地避开内门长老的检查！哎呀，幸好我没有轻举妄动，此人以后能避则避。除了这些别有目的之人，没找到与昨夜灵脉事情有关的。难不成是外宗所为？好了，大比将至，速去修炼吧。是。无论是主灵脉，还是魂幡秘法，都是内门弟子的待遇。看来，这炼魂大比的内门弟子之位得拿下。此番劫后余生，易景上隐约有了一丝明悟。虽修为暂时恢复到了元婴后期大圆满，但对易景的领悟却突破到了化神中期。若能找到那唯一的一点，便可再次突破。而今，仙力冲击对茶痕与意境封印的作用有限，若要继续冲破桎梏，还需另寻他法。李元峰以应变初期的修为留下的茶痕，必有如此威力，可见这应变修士意境和实体化这一点，就不是化神能比拟的。师兄，我叫柳梅，你可还记得我？朱雀子的弟子，当年恒月派的那个少年，如今竟也成了炼魂宗的弟子。数百年岁月，也不足以让你悄无声息地成为朱雀国弟子，除非你本来就是。师兄聪颖啊！你不远万里来探我，到底是何意？王师兄，我不瞒你，柳梅多次接机，只是为了提醒你。你的手镯，我在红蝶身上看到过，此人身上疑点重重，来意不明，定心怀鬼胎，不必，告辞。500年前，他还是个懵懂少年，现在他的内心已坚硬如铁。他的道心
究竟是什么呢？受死吧！我认输。认输也得死。看来这场大比又会死不少人呢。只有唯一的赢家才能进入内门，他们当然要抢破头了。赢半边能赢！加油！炼魂宗每次大比，上万外围弟子只有不到一半能活下来。这等选拔规则闻所未闻，似乎在怂恿选手间互相残杀。其内定有隐情，难不成让弟子相互残杀，再由宗内收魂？原来大比的目的，竟是为了给宗内收集魂魄。没想到炼魂宗的壮大方式竟如此残酷。一个功法诡谲，嗜血成性；一个其貌不扬，歪打正着到决赛。哎呀，今年决赛真没看头。开始吧！结丹中期，老子苦修此术数十载，终要得偿所愿。小子，走到决赛算你运气好，但遇到我，也是你的命数。周叔，赢！你这法术，应是同阶修士，一击即亡。你这叫死咒术，不可能！死咒术不可能失效。这种低阶的神通，不过是对极境的模仿罢了。若是修为碾压，自然是能一击而亡。但若修为差别过大，便会放肆。不可能！你究竟是何种啊？弟子王震见过大长老。这是此次大比胜者青木。司马的死咒术，你是如何破解的？弟子隐藏了修为，实际已经达到了结丹后期大圆满，所以他无法伤我。倒是没有撒谎，不过靠着修为略高，却是毁了一个有神通的好苗子。那谁，他就由你来安排吧。弟子遵命。恭喜师弟赢得大比，入我炼魂峰。先随我一同入内门吧。这3座巨峰，便是内门炼魂、抽魄和锁神3宗所在。内门主脉，果然良气磅礴。不知那魂幡之法
师兄可否透露一些？自然。魂幡的等级根据其内魂魄数量依次递增。10魂幡与100魂幡极为寻常，可若是练成了1000魂幡，便就具备了一些神通。我手中的便是1000魂幡。若要练成1000魂幡，必须有主魂，且主魂威力需超过魂幡之上所有魂魄的总和。主魂威力越大，魂幡威力越大。魂魄封印在魂幡之内，不会消散，反可渐渐成长。这也是魂幡之法的根基。虽说朱雀星也有一些收魂炼幡的神通，但与炼魂宗相比，确实有所不及。那9000金环，便是宗内9位化神长老闭关之地。师弟，你可知曾牛就是传闻朱雀星上鹰变旗下第1人？听说过。其实宗内本有10位化神修士，当年那位化神老祖周游他国，意外与那曾牛产生矛盾，被曾牛击杀引落。我何时杀了一个炼魂宗的化神修士？这曾牛失踪的倒也是实话。遁天始祖本要亲自去找此人讨要说法来着。遁天始祖，咱们炼魂宗有2位鹰变始祖，那2道血环便是始祖们的闭关之所。遁天始祖手中那把10亿尊魂幡，便是那朱雀子也要退避3分。宗内没有师尊，全靠自修。你被分到了炼魂峰，此峰之上，你可选取任意地点，开辟洞府修炼。内门弟子的服饰和令牌到偏殿领，功法去峰内藏经阁去。多谢王师兄。令牌，进去吧。第3层不能进，余下2层随意翻看。请问前辈，魂幡制作的玉简在何处？那玩意儿这里没有。等什么？魂幡制作的玉简只有10枚，你若想要，凭本事去抢啊！抢来你不就有了？你有本事杀人便杀，看好什么就拿，看中你一个女修就抢，凭实力获取所需，便是炼魂宗的规矩。没有秩序，肆意而行，规矩早已心结。好小子，你是这100年来第5个对我出手的，老夫就和你玩玩。别抓了，爷爷！咱们炼魂内宗还有一个规矩。规矩？东西拿走，认输不杀。师弟，玉简那里就有一块。炼魂宗又多了一个不能招惹的主啊！不死！魂力不得饱满，还有几个不弱于结丹修士的威压。这魂幡不错，我收了。认输！我认输！洞府玉简魂幡统统都归你，我府内还有2个双修的小妾也归你。照规矩，你不能杀我！
体内虽是魂幡之法，只不过好像并不全面。师兄可是看出这玉简内的魂幡之法有所缺陷啊？师兄应该是青木吧？此次外围弟子大比的获胜者，师妹许云见过师兄。魂幡之法缺陷，是因为魂幡的制作方法共有3份，与3座飓风的名字一样，分别是炼魂、抽魄与锁神，3法合一，才是真正的魂幡之法。休要胡闹！竹林脉灵气浓郁，少取一些应该无碍。这是上古魂剑，以魂为剑，变幻莫测不说，威力更是超过寻常剑之数倍。依此魂剑锋线之处，定有宝物。体内有灵魂之力，不知是宝是祸。而今尽管迫在眉睫，也只能并行险招了。姐，青木师兄不让咱们跟着，等他出关后看到这些，会不会说我们擅作主张啊？不过是在旁建了个洞府罢了，不打紧。再说了，修仙之人都爱洁净，我们帮他把洞府外弄得如此漂亮，他定不会有怒意。刘薇师妹，你放心就是。青木师兄的名声被我们传出后，这几个月我收集的魂魄比以往1年都多。可是，师姐，近日来拜访者越来越多，若是青木师兄知道我们靠宣扬他的名声收集魂魄，怕是不会轻饶。应该，青木师弟，在下郭东剑，还望出来一叙。元婴修为，糟了，惹出大事了！去！千魂幡幻象，千魂幡，托梦也有。交出魂幡，让你离开。你若能赢，交出又何妨？师兄小心！炼魂分弟子中，明明只有2人练出了魂血，他怎么可能？这是
之上，不可莽撞。眼下还是要抓紧借助灵脉提高修为，恢复元神。现下我修为已突破了元婴，这魂幡之法，或可趁机研习一番。炼魂三神通，即为凝化、魂玄与血寂。凝化乃炼魂根本，把无形的魂魄凝结成形，并且打入魂幡之内。而神通魂玄则更为罕见。需元婴期才有一丝可能掌握。魂玄一旦施展，可迅速吸收大量魂魄，无论是斗法还是抢夺魂魄，都具有极大优势。恭喜青木师兄练成魂玄，小弟献上这杆千魂幡为贺礼。那小弟便先告辞了。慢！你可知抽破风谁有玉简？抽破风的苏金氏，可找他换取。修为恢复了大半，可喜可贺。柳眉，你有何目的直说无妨，不必如此做作。王离，你大难临头，走吧，离开朱雀姓。你有所不知，那红蝶已被我师兄杀死了。看来我与红蝶的一战，只不过是某些人眼中的一场斗兽而已。走吧，越快越好，我是为了你好。柳眉看似好心，但为何总给我一种诡异的感觉？这二人表情，师兄小心！原来如此，这柳眉所表现出的楚楚友情，实际上都是为了遮掩她内心深处那真正的无情之道。柳眉没有趁我修为未恢复时出手，虽然没有杀意，但也绝非善意。你二人启发我看出柳眉真容，便饶你们一命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恢复元神。若主动吸取更多，让这灵脉威压变大，定能进一步挤压元神，加快恢复。修为已然突破化神，元神愈合却停滞了。元神恢复需要更强大的灵力威压。孽畜！
处！师祖当年有言，三峰之下镇压的3杆魂幡，有德者居之。上次落败后，老夫悉心准备数10年，这次一定是老夫的手中之物。血祭，灵魂3神通最后一个，可让魂幡的威力瞬间增强数倍。还有一个，终于出来了！老夫上次就败在这第2头主魂手上，这次定将你拿下！有戏！怎还有第3头主魂？难不成还有第4头？罢了，还是不常在意。不对，一面魂幡不可能有这么多主魂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都是副魂。要不断消耗副魂，才能逼出主魂。收复魂幡，或可一死。这是麒麟残魂。麒麟残魂虽实力不如凌天后版麒麟虎，但却有传承技艺，有施展法术之能，其实力竟然与化身后期大圆满相当。圆满，我倒要看看你的魂魄之力能撑到几时。孽畜！摄神车！你若是全盛时期，自然不为魂兽，但此刻只是残魂。10万魂幡。麒麟主魂，收！
刚才的响动，竟没引来炼魂宗化神以上修士的察觉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尽快集齐魂幡所需的御剑3法。炼魂宗之人，交出抽破御剑。我竟看不透他的修为。抽破御剑我可以给你，只是我有1杆炼魂幡，上还缺少300多个死魂，便可成为1000魂幡。你拿出300个死魂，我便给你。师兄手快，怎么称呼？青木。原来是青木师兄。此玉简内记录着如何抽取魂魄，同时保持其不消散的一系列方法。青木师兄，可还要去锁神峰索要锁神玉简？师兄还是不用去了。锁神玉简，只有化神长老才可查看，普通弟子修炼的，也不过是炼魂和抽魄。魂幡最后1法，竟然只有化神长老才有，而我的元神恢复也需更强的威压。既然如此，不说。炼魂宗诸位，出来迎战！炼魂宗诸位，出来迎战！这是好多魂魄！在灵变毛怪的威压之下，我的元神必可恢复。化神长老们都出山了，找死！好强的化神杀气！让你们老祖出来，狂妄小辈！小友，老夫等你多时，恭迎老祖出关。果真是应变。你们9个退下。曾牛小友，老夫等这一天已经2年了。6枚都能找来，那这炼魂宗应变师所知晓我的身份，也不足为奇了。我看你近日来，日子应是过得不太舒畅吧？今日你我相见，我先送小友一份薄礼，之后再详谈不迟。6枚小辈，10息之内滚出炼魂宗，否则，即便你是朱雀的弟子，老夫也照样杀之。前辈，我
如此呢？六息，晚辈可以离开，但若师尊问起来，晚辈也只能如实复说了。届时，师尊降罪下来，四息，这是11尊魂幡。曾牛小友，老夫这份薄礼如何呀？此乃厚礼，但前辈不惜得罪朱雀国，反倒让晚辈多有惶恐。朱雀子老了，未必可以让整个朱雀国为他效力。前辈有何吩咐？但说无妨。不急，我现在送你第2份礼物。曾牛，你来找老夫，不就是为了借着我的威压，加快元神恢复吗？现在，老夫如你所愿。够不够？不够。如何？还不够。好，老夫已有200多年没有使用过应变器的先例了。这第2份礼物，老夫可是下了大本钱。修为恢复到化神中期，比以前还精进了些。多谢前辈。现在谢我言之过早，老夫还为你准备了第3份礼物，你可敢要？有何不敢？安息坐下。这是炼魂宗至宝11尊魂幡，凭借此宝，老夫敢以应变后期与问鼎一战。现在，我便以此番内的魂力，帮你把修为提升至化神后期。至于意境，就需要你自行感悟了。这些魂魄，竟然全部都是应变神位。我炼魂宗每位应变仙祖在临终前，都会放弃肉身神智，甘心成为一道无意识的魂魄，祭献此番。若有一日老夫归西，你也要记住，把老夫的魂魄收入其内。你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老夫绝不吝啬。魂力起！不错，虽然意境在化神中期，但灵力
已达到化神后期。曾牛小友，这第3份大礼，你可悉够？前辈，我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是吗？那是自然。这小家伙现在体内灵力已然饱满，即便是吸，也不能吸太多了吧？本尊，我们一起吸。孤身一族本就以吞噬灵力为生，加之修炼武神诀，本尊对灵力的需求要比分身多无数倍。竟然开始主动吞噬灵力了，刚才明明强行灌输到一至极限。罢了罢了，谁让老夫答应了呢？小友，你还真不客气呀！多谢前辈的3份大礼，前辈有何吩咐，但说无妨，晚辈定尽全力。好，只要有你这句话，这3份礼就送对了。随我来。曾牛小友，老夫赠你3礼。所谋之事极大。原本，你若不来我炼魂宗，我还打算外出寻你。晚辈确实听说，因我杀了炼魂宗一个长老，前辈要寻我质问。掩人耳目罢了。有了这正经理由，老夫去找你，才不会让人留意。不知前辈所为何事？竟如此谨慎。唉，曾牛小友，你可知朱雀国为何到现在为止，只有不到10个5级修真火？很久以前，朱雀国一举成为6级修真火。受修真联盟赐予了这颗星球，我们一路迁移而来，却发现这里有一群强大的原住民仙夷族。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厮杀，我们以惨痛的代价赢得了胜利。11尊魂幡也是在这场战斗中得以大成。朱雀国的第1任朱雀便成立了朱雀山，作为整个朱雀星的控制点。国内6大宗派形成了最早的6个5级修真火，我炼魂宗便是其中之一。而后6个宗派大量弟子分散开来，形成了朱雀星上大大小小众多修真火。成为6级修真火，是我炼魂宗历代宗主的梦想。但这无数年来，我炼魂宗只要有人即将达到问鼎，就会被人一夜之间打回原形。如今更是早已失去国境，只能作为异宗而存在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历代朱雀的使命。
就是阻止任何一个5级修真国晋升至6级。他怕5级修真国反客为主，他怕朱血星易主。可是，晚辈不过是一个化神期修士而已。前辈所说这些，与晚辈有何关系？有关系。你是云雀子选取的4个朱雀继承人之一。云雀子。是他。他便是云雀子朱雀的师弟。你送我3份大礼，便是因为他吗？不尽然。小友，你可愿拜入我炼魂宗，成为下一任接班人？有朝一日，带领我炼魂宗成为6级修真国。为什么是我？我炼魂宗来到这朱雀星后，到现在为止，一共出过36个应变修士，他们的魂魄全都在这魂幡之内。我的师兄是第36个，而我将是第37个。2年前，师兄放弃寿元，催化全部神通，想要为我炼魂宗找出一条未来的道路，可惜苦寻无果。但在他死亡的瞬间，你来到了炼魂宗山门之外。这或许只是巧合。或许吧，但老夫寿元将断，我只能赌师兄的意境没有失败，把你带来了炼魂宗。炼魂宗已后继无人，我一旦身亡，10亿尊魂幡定会被朱雀拿走。没有了魂幡，炼魂宗亡矣。待我寿元断绝之日，便是这魂幡给你之时，你可愿答应我之所求？6级修真国，以晚辈的修为，难度实在太大。成功与否，自有天意。晚辈尽力而为。10年内，我可保你平安。10年后，就要靠你自己了。玉简上记录了锁神之法，也是操控10亿魂幡之术。此术是我炼魂宗之核心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炼魂宗唯一的核心弟子。多谢师祖。老夫要闭关了，为10年后魂魄进入魂幡内做好准备。你最好不要走出炼魂宗万里之外，否则一旦遇险，老夫来不及赶去。前辈放心，若是在下连自保之力都没有，也活不到今日。晚辈还有一些私事，待全部处理完后，定会在前辈出关之时赶回炼魂宗。你既一接，老夫便不再多说。
待吸收完这部分木灵，天女珠只差金灵就能彻底圆满了。血域国里元丰、巨魔族老祖，还有趁机封印我的孙泰，当日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一一清算。自从上次被孙太仙雷所伤，便身受重创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可恨的曾牛。可有找到那曾牛的尸体？尚未发现踪迹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李元丰，曾牛。李元丰，曾牛，他的修为怎会在短短几年内全部恢复？血域冰雪神殿，找死！滚！他刚刚的一子之位，竟丝毫不输人变修士。此次本尊与分身融合。两者好像互相促进一般，竟有一丝变异。几年不见。你竟已突破到化神后期，今日我便拿你练魂。曾牛，你我之战，不要波及旁人。好，那你我便就当日之事做个了断。你们退出万里之外。是。今日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自古竟可扰动元神。曾牛，好好尝尝摄魂骨的滋味吧。古神怎可能失效？
这就是鹰变期的实力吗？若非老夫重伤未愈，岂能让你如此羞辱？今日老夫就算修为跌落，也要杀了你！察之以听。化神小辈，今日就让你尝尝仙力之威。受死！鹰变修士的实质化意境果然强悍。曾牛，今日雪域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鹰变神通果然玄妙，只是你的仙力实在太少。王某本想借你领会一下鹰变意境，你也的确给了我新的启发。去死！既然能在意境中注入仙力，那是否也能注入古神之力？这是什么意境？生死轮回。他的意境进到了鹰变。原来当年那人是你派来的。此法宝，你不配用。僧牛，今日老夫便是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宗主，宗主，宗主！哼，自爆元神，你试试。王某大可撕开空间裂缝一走了之，留下来陪葬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整个雪域。罢了，老夫败了，但此事与雪域无关，你莫要赶尽杀绝。若你同意，老夫任你处置。我要你的鹰变期魂魄。
杀你们，但从今日起，雪域不允许有化神以上修士及任何修真门派存在，否则我还会再来。进。当年雪域踩着4派联盟众人尸体，成为了5级修真国，而如今风水轮转。老夫啊，当初果然慧眼识珠啊！这小子竟然能凭化神后期修为，一举杀死鹰变修士，不简单呐！王兄确实不凡。此次雪域降为3级修真国，也算是帮了你的忙啊！既如此，你便去会会那个柳梅，看看这小辈的千幻无情道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。是。哎呀，朱雀子这2个弟子不可小觑啊！尤其是钱锋，是老夫一生所见天资最高之人。自心曾是他的炉鼎，日后极有可能是那小辈的道心裂痕所在呀。哎呀，而柳梅的无情道，周武泰的无情意境，或许能与之一战。这柳梅似乎看中了王林的意境，这小子极有可能是我与朱雀子对弈的破局利器呀！哎呀，师兄，老夫当年与你赌斗，输者自罚1000年，还有12年，老夫便自罚结束。到时这朱雀之位究竟花落谁家，可不好说呀。曾刘再现雪域国，竟仅凭一己之力击杀雪域宗主，封住众人修为，让5级修真国硬生生跌落至3级。一代枭雄李元峰就此身亡。李元峰不过是一个强行提升至鹰变的废物而已。曾牛，若你能杀死巨魔族老祖，你才有资格勉强成为我的对手。前辈，我用搜魂之术探查过李元峰，他并没有关于你的其他线索。你曾说，我突破鹰变才能将你唤醒，应也是和仙力有关吧？李元峰是强行提升至鹰变，体内仙力稀少，但巨魔老祖却是一步步修炼而来。加之那罗衣神通，连孙太都有所顾忌。我与他一战，并没有把握。可那日巨魔老祖坚持要我肉身，老夫要他现身，自有用处。现在想来，应是听族人说我与天逆珠有关，待他日后重伤痊愈，定会再来找我。战还是不战？战，胜负难测；可不战，确实会错过杀他的最好时机。何人？在下欧阳天，受遁天始祖所托，来给你送一样东西。遁天始祖知你要做什么，嘱咐我将此物给你。曾牛小友，老夫不便出关，只得这样相助于你。这玉简中
记载着巨魔族魔夷神通的应对之法。竟是如此，这另一物，你应当见过。是一尊魂幡。这并非尊魂幡主幡，只能使用2次，但这把分幡有主幡1/3的威力，其中的12个紫金魂魄，便是我宗达到应变修为的历代宗主。有他们在，此幡威力不可小觑。若想彻底驾驭这尊魂幡，还需施展锁神之术。好像都一样。我继续和集中推训。好了，东西都给你了，小友，老夫在炼魂宗等着你。大恩铭记于心。巨魔族老祖，你在劫难逃。曾牛杀了李元丰，又将雪域国封禁。哎，恐怕我巨魔族也难逃此劫。老祖肉身虽未完全融合，功力也未恢复，但所幸闭关之处极其隐蔽，那曾牛定然寻不到。管他什么曾马曾牛，既对老祖不利，我巨魔族定让他有来无回。曾牛若真找来，定是有了万全把握。老祖虽说有错，但他毕竟是我巨魔族的希望。可曾牛拿我赤虎当朋友，如此，当是万无一失。巨魔老祖，滚出来！来者何人？曾牛。
就是那个战胜红蝶的曾牛，人变之下第一人。曾牛道友，找我族老祖何事？杀他！我巨魔族血脉相连，不是那区区血域可比的。你既对老祖不敬，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吾以巨魔之名号令，所有族人不惜一切代价杀了曾牛！杀！风！赤虎，曾兄，你可当我赤虎是朋友？我一生友人不多，你赤虎算一个。巨魔族犯意在先，曾兄所为也在情理之中。可我是巨魔族少主，若曾兄真当我赤虎是朋友，还请曾兄高抬贵手，就此离去吧。此行我未取任何巨魔族人性命。赤虎，若非因你，我不会如此。啊，曾兄，我何须一套废话？你只需要告诉我巨魔老祖所在之处，我便离开。大胆，狂妄！想找老祖，先过我这关！大长老，不可！曾兄，我巨魔族不是你的敌人。巨魔老祖在哪儿？我可以不杀他，但要他归还仙界。老祖闭关之处无人知晓，只有打开巨魔族通天大阵，才可与他联系。曾兄，拿到仙界，你就会离开吗？三位长老，我以少宗主身份命令你们，随我开启通天大阵。巨魔通天大阵，三界巨魔天，开！曾牛行事一贯恩仇必报，老祖如此气他，他断不可能留老祖性命。要回仙界的说法，定是托辞。东界巨魔天，开！曾兄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但老祖是我巨魔族的希望。我身为巨魔族少宗，必须要负起这份责任。这通天大阵，便是老祖的身体，也只能堪堪承受8道。你不可能扛得住。赤虎，仙界一行，是你欠我；雪域劫杀，是我欠你。至此，你我之间两清。两清？是啊，你我之间一人两清。赤虎，你以为这所谓的通天大阵真能如扫吗？第一道，非我巨魔族人，竟能以肉身扛住杀阵。第二道。什么？他怎么会？不可能！
不可能！即便是老祖，也只能承受8道杀阵，他绝不可能扛下你12道。最后一道是我，你可看仔细了。巨魔通天大阵！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？看来，就连师尊都小看了你。既然你们都不愿说，那王某便借着通天大阵，传声巨魔全境。巨魔老祖，出来受死！巨魔老祖，出来受死！杀星！破我族通天大阵，还借此阵之为传化全境，嚣张之极！哼！待我肉身彻底融合，再去杀你不迟。12道，巨魔族中前无古人。巨魔族，疯！从今日起，巨魔族不再有元婴术士。无我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结印，这便是我对你们的惩罚。主人，你放我出去，我要和他拼了！那王林当年到底如何对你，让你如此怨恨？他待我简直猪狗不如，完全不能跟主人相比。等咱把王林杀了，您再让我和法宝里的仙子小妹妹见一面呗。不急，等我彻底恢复，自会让你与他一见。本打算让你多活几日，既然你上赶着送死，我便惩罚你。他肉身还未完全融合，就具备了如此威力。若他全部恢复，肉身强度怕是与3星古神的躯体也差不了多少。他的肉身自会比我强上一线。肉身融合之际，我本不愿用出仙力，但现在看来，不用是不行啊。别看我以你之剑，取你性命！我许立国一向忠心耿耿，哪能轻易让你制服啊？怎会如此？我明明种下了禁制。要论禁制，你怎么能和我真正的主子相比呢？许立国，主子，这次我可立功了，可要好好犒劳我。什
好凶还是那个傻熊。好。真的吗？孙子，哪里跑？黑焰之兽，出！以巨魔楼族的音变神通，断不可能只有这些手段。巨魔族第67代族人，愿以鲜血倾注先祖遗物。我巨魔先祖曾以死符破开天地，现在心里有2个9叶树咒士，能死在死符下，是你之罪，去死吧！这玩意儿，我可承受不住啊！好机会！柳眉姑娘，你的对手是我。你是云雀师叔择定的4人之一又如何？就凭你躯精化神中期修为，拦不住我。既如此，请赐教。哎呀，不是要杀我吗？孙魂幡。这是两魂宗的。玉尊魂幡，遁天竟传给了王林。柳眉姑娘，这魂幡你可不是对手。融合的肉身竟再次被毁，元神也遭重创。亡灵，天赋神通，老夫凭着元神崩溃，也要拖你下水。我要你在星空之中无路可退，无处可归，终日惶惶，了却残杀。朕喜。这玉简中记载着巨魔族罗衣神通的应对之法。怎会？你的天赋神通王某破不掉，但若寻一个星空中的定位之法，
都是简单。定位之法，你死局已定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这是现役。既然你们誓死不行，那就给我族人练练手腕。朱雀星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3年前，现一族的朱雀国宣战。这可是我们赵国始祖留下的镇国之物，定能活等周全。区区一个3级修真国始祖，居然是个应变老怪！我让你走了吗？蕴含一丝古神血液，本尊通过炼体修炼古神诀，限制颇多，正好可凭此物施展古神神通。不过此物究竟从何而来，与巨魔族有什么关系？此女竟是某个前辈勾人元神分裂出的一丝残魄，内含一线魅惑意境，残魄亦具如此威力，勾人实力定更为难测。若直接抹杀，难免大遭惊世。当务之急还是婉儿。小白，快抓住他！大块头，看你往哪儿跑！周如小姐。宗主回来，让他看看。我才不想让他回来，他早把我忘，骗子！来者何人？叔叔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的大老虎呢？宗主，你走之前说再给他带一只大老虎回来。抱歉，是叔叔忘记了。叔叔带你去另一个地方抓老虎，好吗？真的？耶！抓老虎去！我杀了李元峰与巨魔族老祖，定会引起关注，恐对婉儿复活不利。不如索性离开朱雀星几年，待一切尘埃落定后再回来。叔叔，大老虎在哪儿啊？
18岁届满，婉儿元婴凝时，记忆会恢复，而那时，天道也将再次降临。还有6年。小白，再快一点！哇，好漂亮呀！婉儿，就快了。13年前，我部下层层禁止抵抗天道，却只成了虚语。天界之力强悍如斯，天道亲临更是难有胜算。只能凭借本尊骨身肉身硬抗，才为婉儿争取了时间。此次再战，天道必有所准备，也会对本尊有所防范。我们须得另寻他法。快点，小白！慢点。叔叔。想想，叔叔，我好像是个怪物。什么？我感觉我的身体里好像有另一个人。最近几个月，我经常做梦，会梦到一个大姐姐。那个姐姐正在苏醒，而每当她醒来，我就会消失。一体双世，怎么会如此？难道当年我将婉儿的元婴放入之际，那胎儿已产生了意识不成？若这样下去，婉儿元婴凝视之际，注入的意识将会被彻底吞噬。但若此时将婉儿元婴取出，必定会前功尽弃。难道一定要牺牲这颗孩子？叔叔，奇怪，人呢？你去哪儿了？你知道？你的感觉没错，你体内确实有一个人，他叫李牧啊。所以，我体内是你的爱人。我本以为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。
可没想到却并非如此。现在有一个两全之法，我先将你的魂魄封印，待婉儿醒来，她会成为这具肉身的主人，而你将沉睡一段日子。等一切结束，我会再为你另寻一副更好的肉身。叔叔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把你当做亲人。我在梦里看不清姐姐的样子，但是感觉她就是我想成为的样子。会的，你以后会和你婉儿姐姐一样漂亮。小柔儿，你累了，休息去吧。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方法。婉儿，如果是你，该如何选择？一具肉身罢了，沉睡几年，换一副更好的，多拽呀！小白，我走之前会求叔叔把你送回山林的。小白，你以后会想我吗？把这个吃下去，这是什么？碎鹰骨，好一头护主的虎鲸。叔叔，不要伤害小白，好吗？叔叔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小白，快，去吧。随着婉儿的元婴越发凝实，周如昏睡的日子也越来越久。我也一直在苦思，此次再战天道，到底要如何应战？这些法宝虽强，但都有弊端。天道深不可测，一招失误，便是满盘皆输。我绝不能输。叔叔，替我保管好，以后要还给我。我会信守承诺，为你找一副更好的肉身。嗯。叔叔，和我说说你和婉儿姐姐的故事吧。我和婉儿
相识于一场误会，但一切似乎又都是冥冥中的注定。当时我不过区主击袭，却待他误打误撞闯入了修魔海。那是我第一次被人冒，也是除了父母之外，第一次有了想保护的人。为报父母血海深仇，我与他分别，天各一方。而命运却让我们在云天宗重逢。我与婉儿约定白首不分离，但没想到造化弄人。等我回来时，他却寿元已尽。世人都说大道无情，我偏要再续前缘。数不尽的欢笑和回忆，又暗示烛光下流淌着，婉儿，来，颠覆着命运，你心在陷阱，为你换散天边汇聚的咒语，多少离愁都已化成空，多少生死离人，转眼时我誓言要到这命运的棋局。师兄，你骗我！你骗我！天道怎会来？别担心，没事的。这一次，你依然带不走他。吾行天之道，而何敢与天为敌？之力。
四不两立。我在明，你在暗，我对你所知甚少，但我知你虽为奸党，却也可生可死。天道，你该现身了！孤身一族，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吗？燃尽八荒，吞日月，方见神躯真混沌，十方尽灭。你不是无足，你到底是谁？哼，不重要。匹夫撼树，徒劳罢了。世间从未有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轮回之力生于天地，取之有尽，用之便有节。事又如何？凭你挡不住这天道轮回。不知好歹，便自求死。你这样下去，真的
没有任何一个古神拥有一剑。修仙数百年，我满手鲜血，一身杀戮，怎就保不了你一世安宁？我亡灵与天道2次对抗天道，却最终输在了天意之上。天意弄人！天意，我胜了天道，却被天意戏弄。何为生？何为死？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天意呀！我于化凡中感悟生死天道，觉着于从天而降，出生于天，死于大地。看生是生，看死是死。由于周以前辈和仙界女子的情动中，观他生他死，他死他生，感悟看生不是生，看死不是死。如今在天意造化中，婉儿身中有死，死中有生。我终于明悟，原来生让是生，死让是死。原来这世间之事，失去的就让它失去，存在就让它存在。死于出生于天，却非死于地，而是于大地之上，重获新生。此间种种变化，为死亦为生。婉儿，
石桌让你们复活，从来没有问过你们的想法。如今孩儿与我生死，破除执念，16世子，由你们自己选择。哎，这样啊，多吃点。飞喽！是叫铁柱吧？原来同室之爱，方能明悟生死；永别之情，方能达生死一经大圆满。可悲之极。我已将周如送回楚国，抹去了与你有关的记忆，让他拥有完整的一生。婉儿，你等了我300年，我王林无以为报，只愿竭尽全力。1年、10年、100年、1000年，直至此生魂飞魄散，也要还得你苏醒的奇迹。婉儿，等我。唯有成为远胜今日的强者，方有解救重要之人的实力。如今我离应变只差半步，现在必须返回朱雪乡，全力突破应变。师兄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不要！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天意呀！原来同室之爱，永别之情，方能达生死一经大圆满。婉儿，你等了我300年，我王林无以为报，只愿竭尽全力，直至此生魂飞魄散，也要还得你苏醒的奇迹。朱雀国第1代朱雀子牺牲自身，以9个问鼎中期修士的生命，凝聚出这5把封印之剑。封印仙影数万年，今日老夫誓达问鼎圆满，谁也不能阻止五族重现。当年之战，老夫无力回天，只能眼
睁睁看着族人赴死。数万年来，老夫吞噬无数族人之首府，却被奉为祖先。老夫乃无毒罪人，本就该死。我愿代替仙医之术，被这无间封印。我愿以魂祭仙，永不回转。要按仙夷族重现。我愿以身殉道，换来族人重临大地。之名，号令朱雀星众修真国与仙夷族开战。虽说离应变只差一步之距，但我手中的仙域数量还远远不够破境所需。仙域难寻，看来还是要先返回炼魂宗，向遁天前辈请教解决之法。这是仙夷族。师弟，邪异老贼，给我滚出来！啊，那是6叶数咒师。小娃娃们，继续跑啊！我还没玩够呢。既然你们誓死不降，那就给我族人练练手吧。我和你们拼了！无趣，死吧！破！什么人？应变！快马！魂兽！等你打
达到元婴期时，自会想起前世之事。是您，当年横越山化神的那位前辈。数年未见，你已到结丹后期，不错。可惜，我却还未结婴。我来助你。方林，谢谢。昔日王家之人只剩你我，何必谈谢？物是人非。昔日你我还一同进行灵根测试，谁能想到，如今竟变成这般光景。朱雀星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这几年，并未在朱雀星上。如今亡灵的修为，竟可以踏破虚空。3年前，仙一族的朱雀国宣战，朱雀国号召各大修真国联合抵抗，却没想到，仙一族谋划千年，早就将9位修士秘密送出，安插在各大修真国。如今这9位身居要职，虽然只有5位暴露，但里应外合之下，还是将朱雀国打得节节败退。为挽回局面，钱锋独自向仙一族少族长宣战。3天3夜后，这场宿世之战却打成平手。僵持之下，仙一族终于答应签订停战协议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仙一族停战的条件，竟是要朱雀国割让所有3级修真国，并上交其中修士和有资质的孩童。自那以后，所有3级修真国身陷囹圄，有的被迫投降，有的誓死不屈，一片生灵涂炭。我赵国苦苦支撑至今，被逼至绝路。我等此行，是去向4级修真国求援，希望他们可以收留我们，暂避此劫。可他们不光冷漠拒绝，还对我们的抵抗行为百般嘲讽。我不担心，归来途中又遭遇仙一族伏击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赵国也将沦陷。方林，你能不能回赵国一趟？师叔，这位前辈这么厉害，是不是能解赵国之危啊？他若帮我们，便是与两方为敌。如今这世道，没人愿意趟这趟浑水。王爷，我听闻都城内已经有3个孩子被异族人带走了。你说的地方，当真能护育儿安全吗？我也不确定，但曾祖曾说，我王氏一族有条祖训，若遇灭顶之灾，可进入祖宅，便能保得性命。那祖宅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？据说在我王家尚未入京之前，曾出过一个法力通天的仙人，被尊称为始祖。祖宅内便有他当年留下之物，但时隔多年，我也没有把握。也不知都城内的仙人都去何处了。若他们在，还能有个庇护。那些仙人都回到各自门派迎战，如若不敌，便会去一处集合。护身大哥撑不住了！所有人
我撤到横岳山，快走！都通知到了吗？大家都往横岳山去了。快走！快进祖宅！跑得倒挺快。交出连根童子，我可以饶你们一命。休想！你们这个修真国倒也有趣，全部都聚集在这里，莫非此地有什么法宝不成？你可以一试。有意思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什么让你们有恃无恐。师祖，真的显灵了！这可是我们赵国始祖留下的镇国之物，定能活得周全。竟是一件异境法宝啊！拜见长老，拜见长老，拜见长老，拜见长老。不过这法宝主人的修为也太低了些，区化神初期，即便他亲自前来，也难逃一死，何况只是一件法宝。不过此物倒也有趣，为之可惜。的确是个宝贝。看在此物的份上，老夫不为难你们。你们若成为我仙一族的附庸，定会比在朱雀国好上不少。怎样？休想！我等誓死守护赵国！我等誓死守护赵国，绝不投降！既如此，赵国便就此灭国吧。凭你还不配？修为琢磨不透，乍一看是化神后期，但却蕴含着一股奇异之力。木雕拿了。不，报！好。此人竟能如此轻易化解我的攻击，区区一个3级修真国始祖，居然是个鹰变老怪，这倒霉事怎么能让我给碰上？我让你走了吗？阁下，
我们已与朱雀国达成停战约定，莫非你要毁约不成？那又如何？事已至此，只能动用轮回术的力量完成了。你若杀我，身上便会留下符咒之力，我族前辈简直必杀。仙夷族之人，王某杀的还少吗？6叶树咒师，还有战斗师，不可能！手！晚辈玄道宗镇风啸，参见赵国始祖。我不是始祖。200年前，您在玄道宗化神之际，便有了始祖之名。这次，更是挽救赵国于生死存亡之际，又有了始祖之实。您是赵国当之无愧的始祖啊！儿啊！即使没被选上也没关系，您踏踏实实回来，还有爹娘呢啊！竟已过去500年，点拨修习，看清前路，可助结丹修士几英。夜景虚影，感悟天道，能让元婴化神有望。加强阵法，抵御外敌，唯有应变方能破解。赵国日后如何，便看他们的造化。你决定好了吗？我2世为人，既是王家养育我长大，我现在唯一想要的，就是用此生所剩的时间，来守护后代子孙。前尘往事，至死忠良。我也要去做我该做的事了。保重。曾牛小友，你回来啦！曾牛小友，你回来了。此地是我炼魂宗禁地，唯有历代掌握锁神术之人才可进入。死寂，这是寿元将尽的表现。
前辈，你无妨，老夫还有那么几年寿命，不会轻易就死的。之前魂幡一事，还要多谢前辈。事情处理完就好。这几年，你修为提高了不少，已经到了炼仙化气、凝骨退肉的境界。若要破境，老夫还可助你一臂之力。但老夫这么对你，是要回报的。前辈请讲。这是我炼魂宗历代应变修士的牌位，老夫当着众先辈的面，将炼魂宗托付给你。而老夫让你回报之事，便是保护好11尊魂幡。此幡在，则我炼魂宗香火不灭。这小小的朱雀星，挡不住你曾牛的脚步。他日你若离开此地，定要寻一处位置，为我炼魂宗修建999座天梯塔，成就我宗大业，使炼魂宗成为6级修真国。可以。师兄，我把一切都压在你的神算之上，希望最终不会输得一无所有。宗内的仙玉储备只够你应变的1/3，我带你去将仙玉凑齐。除了仙境，还有地方可寻得仙玉？自有人相助。智魔道的耗子们，李家遁天爷爷来了，速献上仙玉！遁天老鬼，我们没有仙玉。当真？你若给我仙玉，我便离开；若不给，我也不和你们打。但这沼泽内的所有毒虫，老子要给他们灭种！这老鬼不讲武德，借着自己寿元将至，完全不怕死，用那尊魂幡生抢仙玉。老鬼，你若敢出手，你身旁的小辈必死无疑。二位，在下今日真的必死无疑吗？区区化神怎可自如使用仙宝？你到底是谁？在下曾牛。以化神之躯杀了雪域国里元丰和巨魔老祖的那个曾牛。别废话，老规矩，仙玉给我一半。拿去，日后休要再来。哼，你看，我就说自有人相助嘛。不，上次被我师尊抢走那么多，竟然还剩了这么些。不过，还是不太够啊。不碍事，一个不够就抢2个，2个不够就抢3个。只要尊魂幡在手，便能在朱雀星横着走。好，下一个。炼魂宗确实罢了。行了，这些仙玉应该够了。日后你再需要仙玉，别要自己去抢了。曾牛小友，你记住，
在修真界得到仙域的方法只有抢，日后你拿着10亿尊魂幡也要如此，莫要坠了我炼魂宗的威名。好，要么不抢，要么全部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不过这朱雀星还是太小。我年轻时曾去过一次天运星，那里比朱雀星大10倍，宗派极多，资源优渥。若非我实力不够，不然去捞上一把，一定很过瘾。天运星，那天运星上的天运子，修为深不可测。据说在修真联盟中，此人也有一席之位，远非小小的朱雀子可比。老夫天运子，你若是能走出这废弃星球，可来天运星做我记名弟子，跟随100年。待朱雀星上的事情结束，定要去天运星看看。是新一族，应是奔着朱雀大陆去的。哼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发起了第2次进攻。莫掺和此事，我们速回宗内。炼魂宗，木叶，在前方等待少族长，我随后就到。2位炼魂宗之人，将法宝留下。9叶数咒师，听闻数万年前的大战中，你们炼魂宗凭借10亿尊魂幡所向披靡，我倒要看看这法宝威力是真是假。哼，你本不配老夫出手。不过，曾牛小友，之前梯宗遇见的不过是些喽啰，趁此机会，老夫便让你见识一下尊魂幡的真正用法。瞧好了，尊魂5翼，主魂13。记住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尊魂幡永恒不变的神通，便是融合。它没有固定的使用方法。魂阵练，第6代始祖擅长阵法，此幡在他手中便是以阵法存在。13魂阵，炼魂。此阵法竟能摄人魂魄，有趣。琉璃鼎，9叶数咒师，相当于问鼎初期。此人倒也有些手段。10亿尊魂幡，莫不是只有这些威力不成？哼！你猜为何这10亿尊魂幡是问鼎修士都忌惮的存在？今日便让你开开眼。第10代先祖的意境为吞噬，用其此幡，便是会吞噬魂魄，从而壮大自身。5亿魂魄凝聚，13主魂归一，对天前辈的修为，竟能达到。问鼎，
血主血。滚！老夫今日不杀你，但你记住，以后你们仙夷族与朱雀国的斗争，我烈魂宗不参与。多谢前辈不杀之恩，我定会向老祖通禀。这便是我炼魂宗10亿尊魂幡的威力，你看如何？多谢前辈教诲。待我寿元断绝，你执掌此幡，可再细细体会其中玄妙。我与遁天前辈虽无师徒之名，但他传授我魂幡之法，却有了师徒之实。唉，你小子运气不错，我能感受到尊魂幡里的第4主魂快醒了。第4主魂？对，那是36主魂中最强的存在，也是我炼魂宗最后一位问鼎老祖。问鼎？那因何陨落？这事儿还得从2代朱雀子说起。当年朱雀国战胜仙夷族后，1代朱雀牺牲自身，将仙夷族彻底封印地底，并指认一人为2代朱雀。此人雄才大略，是当之无愧的朱雀星第1强者。算你命好，你这副皮囊，我司徒南朱雀星第1高手收了。前辈，那2代朱雀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朱雀之名，只有历代朱雀子才会知晓。他执掌期间，朱雀星极其强盛，我宗第4老祖便是在那时突破了问题。那此人最终结果如何？1000年前，朱雀国突遭4位域外修士入侵，第4老祖随2代朱雀迎战，虽此战最终得胜，但老祖身受重伤，成为第4主魂，2代朱雀不知所踪。凡人，妈的！老子等了1000年，结果等了你这么个凡人，连夺舍都夺不了。按照遁天前辈的说法，这2代朱雀与司徒南颇为相似，难道他就是？行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前面就是朱雀大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回到炼魂宗，让你应变。这阵法范围竟如此之广，这是朱雀星上最强大的阵法——朱雀玄阵。此阵展开，可笼罩整个朱雀星，缩小可护一人，强大无比。开启此阵所需的灵石无法想象，看来这次朱雀子为了对抗仙夷族，不惜下了血本。这阵中竟还有巨魔族血液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前锋小儿去过一趟巨魔族，还解开了你设下的封印，将众人迁移至朱雀国。哼，我说这小子怎么这么好心，原来是借助巨魔之血加固朱雀玄阵。前锋竟能解开一角封印，却不被我察觉，此人绝不可小觑。朱雀子，你给老夫将此阵打开，否则不等仙夷族来，我拼了老命
你要将这大阵炸开一个缺口。老夫耐心有限，3、2，前辈息怒，晚辈这就打开。朱雀玄阵可是历任朱雀才能修习的术法，朱雀子竟提前传给了你，还真是对你寄予厚望。前辈谬赞。哼。晚辈没有恶意，只是想与这位名动朱雀的曾牛道友切磋一下罢了。好了，我们没时间在这里和你纠缠。莫非前辈寻找的继承人，连与在下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吗？小辈，你是在找死吗？好，我许你一掌。好，我许你一掌。哼，不愧是杀了李元丰与巨魔族老祖的人，还请多指教。既是切磋，曾兄不必因我的身份有所顾虑。仙宝，既然曾兄拿出看家本领，那钱某便……哼！这曾牛竟接二连三打断我的话，直接进攻，卑鄙！曾牛只是深得我炼魂宗精髓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抢夺先机。别推得太早！朱雀锥，这是朱雀子的伪仙宝，威力极大。报！朱雀玄阵，去！竟能想出自爆的打法，有魄力。幸好报的是分番，只会让魂魄虚弱一些，不然老夫要心疼死了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定会找机会给尊魂幡补给魂魄。曾兄好手段，钱某算是见识了。废话真多，我们走。哼。红蝶，出来！敢伤我！师尊真是老糊涂了。你的一剑终究是我的，师妹的一剑也会是我的。哼，舔干净！这尊魂幡确实厉害，只可惜马上就要易主了。安心闭关，争取早日应变，有老夫为你护法。只要我不死，绝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扰你。谢谢。不必。记住你答应我的事就好。前辈放心。应变共分3步，第1步，去梵根。当年仙界未崩溃之际，修士只需进入仙界，在洗灵池内浸泡即可。如今却需要大量仙气冲刷，才能将梵根拔除，使身体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。梵根已去。应变第2步，凝仙体，即借助仙力重塑骨骼血肉，让肉身可随意运转仙力。
此部虽会承受蚀骨钻心之痛，却能让你的肉身蜕变为仙体。不错，接下来便是最后一步，聚元神。使其由虚变实，在元神彻底成实之后，便会与肉身归一，至此应变成功。怎会有股香气？是仙体的味道，会吸引妖兽和厉魂前来夺取肉身。小友，外面的事交给老夫，无论有任何动静，莫要分心，否则元神离散，功亏一篑。你可明白？明白。不可分心，稳住。这场大战死伤无数，倒是让这些厉魂更强大。交给曾牛，不知是对是错。不过眼下大战，烈魂宗怕是难以保全。不管未来他去哪里，定能为我宗留下一丝余脉。或许，这也是你意境所指之意吧。文玄，人活一世，不求长存于天地，但求可以死得其所。我烈魂宗、烈祖、烈宗都甘愿抹掉神智，成为主魂。我遁天也绝不会落于人后。我们很快就会相聚的。府主大人，时辰到了。这是从尸阴宗用祖符换回的巨魔族尸体，有着尸身相助，轮回术定可顺利长成。祖灵，开！此祖灵种子是虚祖修炼万年，以肉身破除5件封印释放而出。若东南西北4颗轮回术能顺利长成，便能孵化出4个实业强者。到时，朱雀国必败。大人，我听闻朱雀子去了炼魂宗，准备去抢11亿尊魂幡。他绝不做无把握之事，我们要小心了。
在危难之际，你等需借出10亿尊魂幡，助朱雀星度过危机。今日便是履行诺言的时候了。遁天，拿来！放屁！我怎从未听说过有此等约定？朱雀老贼，你这分明就是要抢！我炼魂宗成如今这般模样，和这几代朱雀子脱不了干系，而今又要为了你的位子，再搭上尊魂幡，休想！遁天，大难当头，更应团结一心，不要执迷不悟。拿来！我炼魂宗祖训有云：“幡在人在。”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那老夫便替炼魂宗老祖好好管教你。朱雀圣火，炼！尊魂幡保得了你一人，却护不住正宗。遁天，这炼魂宗是亡在了你的手里。这魂幡，你交不交？交不了。曾牛，这尊魂幡，你万要守住，以守缘为戒，魂遁。容！大融合术！朱雀子，灭我炼魂宗，也休想全身而退！化人成体，是你逼我的。朱雀玄阴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交出尊魂幡，否则你想守的可就一个都守不住了。这联盟赐予的神通，已经用来对付同族，就差一天。遁天，修真联盟赐予的力量，你呀，挡不住。你要知道，我乃朱雀子，朱雀星第1人。你还没明白一个道理，这尊魂幡杀了你，我也拿得到。朱雀子，你欺人太甚！你灭我炼魂宗，也休想全身而退！老祖，弟子遁
天献祭所有寿元，求请尊魂幡第4魂三金之魂。炼魂宗第4老祖，得1者可修仙，得2者为聪颖，得3者为天资，得4者为绝世，得5者为圆满。炼魂宗第4老祖拥有罕见的3颗金灵根，他身亡后魂魄进入宗魂幡，以宗内秘法修成了足以威胁问鼎后期的绝代第4魂三金之魂。今日我们便一起死吧！老夫所化三金之魂，乃是天下至金之物。魂气无坚不摧，可伤元神。噬魂提速，你避不掉，也逃不了。给老夫死！三金之魂果然霸道，所言不虚。那我先收了此魂，再拿尊魂幡也不迟。老夫以14代朱雀子名义，现今所剩9/10寿元，求以身前修真联盟赐予的停止意志。把尊魂幡拿来吧，给老子！曾牛，你还活着？你不是他，你到底是谁？会有如此桀骜的气息。他是司徒呢，2代朱雀。师尊，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到了，弟子来了。让你下去了吗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当然是去找个匹配老子灵根的肉身。朱雀星怎会有这等肉身？